窗户是锁上的状态，门也无法打开。尸体坐在角落，被茶几和沙发牢牢地固定住了。从风口太小，人没法通过，其他能够进入房间的方法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这里是完全的密室状态。那么，在这间屋子里发现的尸体是怎么死去的呢？是单纯的自杀，还是伪装成自杀的他杀呢？所有的关键都在这间密室之中。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悬疑日剧《上锁的房间》。在完全密室情况下，安保公司的小职员该如何破解凶手的诡计呢？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这是青底纯子第一天来到新的公司就职，在此之前，他只在一家很小的个人事务所工作了2年，因此能成为大型事务所名律师秦泽的助手让他很激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份工作这就已经来了。秦泽安排他去和日传贸易公司的原山社长在宾馆见面会谈，他本人很忙，还得去进行辩论。临行前告诉他，那是个大顾客，顺着他来就是了。纯子刚开始也以为对方只是谈合约的事，没想到原山一来就丢给他一份日报，是关于前几天新日本葬礼社的大石社长自杀的事。原山告诉他，大石是胰脏癌晚期，医生也说他就只剩半年时间了，并且发现他遗体的房间上了锁，任何人都进不去，因此警方判断为因忍受不了病痛而自杀。但作为挚友的原山却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一旁坐着的男人叫做日下部，是负责新日本葬礼社业务的司法书士。就在最近，大石社长还委托日下部想要重新立遗嘱。大石在此之前一直想将包括新日本葬礼社大部分的股权遗产都交给唯一的亲信池端专务手中，并且这份遗嘱已经公证了，但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池端专务贪污的事败露了。可大石竟然在改遗嘱之前就先走了一步，这一切都太过巧合了。更诡异的是，现场还留下了他亲笔写的遗嘱，并且这份遗嘱的内容居然和他之前所做的那份公证过的遗嘱内容别无二致。因此原山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能让秦泽老师帮忙调查一下。秦泽听完纯子的话大骂笨蛋，就算对方是大客户也没必要啥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两人跟着工作人员和行长来到了金库里面，秦泽帮忙清点的时候，忽然发现名画的清单不见了，工作人员便起身寻找。守在外面的纯子盯着墙上的按钮看了半天，最终没忍住摁了一下，也就是这一摁，金库的门便开始自动关闭了。赶来的工作人员告诉纯子，你完蛋了，摊上事儿了，这个门锁的系统一旦关上，直到下个营业时间为止都无法打开。秦泽瞬间慌了，自己还有个合约没谈呢。更加灭顶打击的是，今天是周五，银行周末休息，他俩得在这里头关到下周一。门板上有2个密码锁，紧急时刻输入2串密码就能够打开系统。可惜的是，这个工作人员只知道1串密码，另外1串只有银行行长才知道，而行长此时就在房间里关着呢。无奈下，众人只能请来东京综合保安公司来帮忙。甲本刚开始准备解锁，工作人员就拦住了他，表示这么做都是无用功，请回吧，毕竟这可是银行的安保，拜托人家好歹也是安保公司的。甲本戴上耳机无视了他，继续自己的一番专业操作。纯子看着他电脑屏幕上的数字，问他这是啥。甲本解释道，在自由变换密码锁的情况下，逆时针旋转表盘把不易转动地方的数字标记键表，以此推测出密码组合。波圈上的刻度有0到99，每一个波圈就有100种可能，能使数字组合变换的波圈通常是4个，所以是100的4次方，也就是说有1亿种可能，所以也被称为1亿次变换密码锁。眼看着纯子依旧一脸懵逼，甲本只能继续讲解道，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密码锁的心脏处装有4个有缺口的波圈，当所有波圈的空隙处都转到同一个位置时，锁舌就能进入这个空隙转动，然后开锁。在有4个能自由设置好号码的波圈的时候，就要将4个数字组合起来，然后进行波动，顺时针转动和逆时针转动交替进行。一开始转5次以上，是因为转5次以上的话，所有的波圈就能一起转动。甲本正说到兴头上，就被纯子给打断了，他只能默默地戴上耳机继续解锁。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甲本站起来告诉他们，这玩意儿可比自己想象的要费时间的多。虽然费时间，但是锁已经被他成功的给解开了。所有人都不敢置信的看了过来，工作人员更是大吃一惊，这才只用了17分钟而已啊！他赶紧暗戳戳的告诉行长，咱们这安保真没问题吗？纯子跟在秦泽后面告诉他，他们已经约好了要跟日下部先生一起去大石社长自杀的奥多摩别墅。秦泽行色匆匆告诉他，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每10分钟你知道我能赚多少钱吗？警方都已经定为自杀了，我们还能怎么办？连警察都搞不懂的事，我们这种对刑事侦查一无所知的门外汉能搞明白？纯子觉得他们可以带上专家一起去，不是侦查的专家，而是了解房子锁和防盗之类的事儿的人。就比如刚才安保公司的甲本，来得好不如来得巧。纯子直接冲过去询问道，密室里面如果死了个人，但那个人不是自杀的，这种情况下你能解开密室之谜吗？虽然很唐突，但甲本还是告诉他，当然能解开。如果是他杀的话，这世上就没有无法破解的密室。前往别墅的路上，日下部告诉他们，发现尸体的3天前左右，他们就已经无法和大石社长取得联系了。大石社长确实经常会待在别墅里不出来，并且会跟外界断绝一切联系，所以池端专务才说没事儿。不过日下部非常担心社长的身体状况，
才托他们去确认社长是否平安的。进入别墅前，纯子询问日下部，通常大门的钥匙是由谁来保管？日下部告诉他，社长有一把备用钥匙放在公司的保险柜里，能打开保险柜的只有池端专务和秘书田代。今天这把钥匙也是他拜托田代借来的，但发现尸体的那天他们没有钥匙，无法从玄关进去，所以两人是打破了阳台的玻璃门以后才冲进去的。进去的时候，对方已经死去多时了。走进去以后，日下部告诉他们，当时侧门上还挂了那个白布。纯子看了一眼，寻思这白布是葬礼上用的吧。不仅如此，宫花的篮子也经常使用。日下部他们赶到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的相当严重了，脸都肿了起来，嘴里还有蛆。警方断定的死因是大量摄取吗啡。日下部告诉他，大石社长为了抑制癌症的疼痛会自己进行静脉注射，其实是不能这样的。但大石是从认识的医生那里拿到的吗啡，他曾在美国上过遗体整容课，所以对注射器的使用也很有经验。虽然线索到这儿都指向大石社长自杀，但日下部还是认为是池端专务杀死了大石。秦泽因为还有事儿就提前润走了。回去以后，纯子一边吃着便当，一边画着案发时的现场图，对这起案子相当上心。几天后，甲本打来了电话，于是纯子带着不情不愿的秦泽来到了安保公司。听到纯子要找甲本的时候，同事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甲本这人非常怪，他平时都不在办公室里待着，要找他都得去负一楼的备品仓库室。甲本看到两人来，立刻迎接了他们。纯子发现仓库里有特别多的锁，各式各样什么年代的都有。甲本走到2楼，搬了一个自己做的别墅模型走了下来。纯子真没想到这家伙只是绕着场内走了一圈，竟然就能1比1还原别墅的内部装潢和尺寸。从目前已知的线索来看，这个房间是个绝对的密室。纯子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在杀人离开以后再上的锁呢？甲本解释道，如果只是月牙锁且窗框不好开合的话，只要使劲晃动就可以靠震动在外面开合窗锁，但这里的窗户装得非常严实，完全晃不动，并且所有的月牙锁里都有锁定装置，因此无法从外面越过玻璃扭动把手。但是甲本却说这起案子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死者背后的那面白布是用了大概100颗图钉自上而下固定的，门框上满满的都是钉子眼，踩着脚架钉100枚图钉是相当辛苦的。而他不认为一个将死的老人能干出这事儿。然后就是死者前面的茶几足足有20千克，为什么非要费力气把那么重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呢？其他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因此其他地方无法打开的话，唯一能出去的地方就只有尸体和白帘子挡着的门了。白布的3边由图钉所固定，因为门向内开被白布完全盖住。虽然门不能完全被打开，但白布足够松弛，因此可以勉强从下面进入，想办法滑到走廊。这样一来，凶手就是到走廊之后才去移动尸体的。他要达成这样的手法，得先让尸体坐在离门不远的位置，在腰上系着细绳，拿着它走到走廊，然后从门下拉绳子，使遗体靠近门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茶几依然在沙发旁边，茶几和3个沙发一起弄，怎么着都有些不现实。纯子寻思会不会是先把门给拆下来，然后再装上的。甲本告诉他，这个门是隐藏式铰链，所以不可能。有隐藏式铰链的情况下，门如果没有完全打开的话，是不能拆除的。这次案子还是毫无进展。甲本认为他们可能需要别的想法，不同于这个次元的想法。秦则认为继续调查下去只是浪费时间，而他没空纠结于这种小案子。纯子拦着他，希望能再给自己1天时间，等1天后要是还没有进展，自己就放弃。看到秦则同意以后，纯子又有了斗志。转天他找到了日下部和田代要来了那封遗嘱，这份遗嘱乍一看的确像是大石社长的笔记，但大石社长早就因为生病而抖得很厉害了，所以鉴定结果并不是很可靠。遗嘱上写着，在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池端专务以个人名义作为2000万贷款的担保人。田代告诉纯子，虽然没有董事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在调查以后发现确有其事，也就是说这件事只有大石社长和池端专务知道。纯子告诉日下部，他调查了一下吗啡的致死量，发现常用的人会产生抗药性。日下部点点头，表示大石社长体内检测出的吗啡量是致死量的数倍，这样就能排除意外死了。现在的死因就只有2种，要么就是自杀，要么就是凶手是拥有注射经验的人。田代这时候忽然想起，他有看到专务之前给社长注射过止痛剂。说起来，专务以前也是公司的遗体防腐前线指导，甚至还在美国获得了证书呢。遗嘱上还写着，起初社长想把遗产转到成衣专务名下，但之后在公司陷入危机时，挽救公司的是池端，所以他才转而将遗产给了池端。橙子又来到了案发别墅的附近，发现甲本竟然也来了。俩人绕到一旁，忽然发现阳台上有个小男孩正在往里面看。小孩名叫松田大辉，他告诉纯子，其实自己看到了一个站在白布的地方看向这边的白头发大叔，因为对方有很恐怖的表情盯着他，所以松田就跑了。看样子案发现场的确还有第2个人。向日下部确定以后，发现池端就是白头发。松田远远的看了池端一眼，觉得好像是他，走近了又说他看到的不是这个大叔，他看到的是照片上的老爷子。纯子和秦泽尴尬的带着松田离开了。回到甲本的办公室，纯子还是觉得不可能。根据实景来看，在松田目击到大石社长的时候，对方应该已经死了。甲本询问秦泽他是怎么想的。秦泽表示很简单，尸体从门上被吊起来，从窗外看就像站在那里一样，但甲本却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那扇白帷幕一直盖到门上方的墙壁上。秦泽怒了，你这不逗我呢吗？办公室里空气不流通，他走到一旁打开了窗户。甲本注意到了飞进来的苍蝇，难道真的要从4次元开始入手了吗？
甲本告诉他们，不，还存在一个他们所认识的另一个次元，也就是时间。不过具体要怎么解释的，等到第二天才行。第二天，几人来到了公司，才得知钥匙已经被池端给拿走了。他们火速赶到现场，由甲本来给几人解释密室是如何被解开的。他要等到第二天，并不是为了装模作样，而是因为他对法医学并不精通，所以要亲自确认才行。见到了以后，才发现和自己预想的一样。甲本先从苍蝇开始说起，他还记得日下部说见到尸体的时候，有看到从他嘴里爬出来的蛆。苍蝇从产下卵到孵化为止需要1天时间，最短也要半天。也就是说，在日下部他们打破窗户进入之前，房间里就已经有苍蝇了。但在密闭状态下，苍蝇又是怎么进入这个房间的呢？首先可以排除通风口，因为通风口里安装了细眼的滤网，而门底框贴着防风用的带海绵的胶带，苍蝇也不可能从门缝进来。或许可能是房间里一开始就有苍蝇，但也能从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大石社长去世以后，这个房间曾经被打开过一次，并且那个时候这房间还不是密室完成，是在门被再次关上且过了很久之后的事儿。所以本案的关键在于时间。说着，甲本便开始按顺序来给众人说明凶手的行径。大石为了能够一个人静下心来思考继承者的问题，才来到了这个别墅。凶手到访是在这之后不久，凶手以什么事为借口和对方交谈了一会。不久，大石社长便被癌症的病痛所侵袭，凶手提出要帮他注射止痛剂，于是给他打了超过致死量数倍的吗啡，把陷入昏迷状态的大石社长放倒，看着他慢慢死去。当然，他们发现现场的时候，尸体是坐在门前的。那么凶手是怎么让遗体坐在门后的呢？除了用绳子拉吊在门上以外，甲本绞尽脑汁找到了答案。不是凶手让尸体坐着的，是尸体自己坐下去的。凶手在杀死大石之后，用白布罩在门上，并搬动茶几和沙发，做好了万全准备后就回去了。他不能离开太久，匆匆的驾车回到公司之后，12小时之后又再次来到了别墅。要完成密室，需要等上这段时间。犯人进入房间内时，尸体应该已经发臭了。受不了臭味的凶手打开了窗户，苍蝇应该就是在那时候飞了进来。尸体如原计划般，以及硬的和雕塑一样了。凶手把尸体立在门后，将脚固定在茶几下面，为了保证他出去后遗体不会滑落，凶手小心地关上了门。到这时，他该做的都做完了，剩下的就会由时间来替他完成。尸僵一般是从下巴开始，再到上肢下肢，12小时以后硬度是最高的，之后便以同样的顺序逐渐软化。被立起来的尸体从上方开始，身体慢慢变软，关节扭曲，肩膀抵着门的时候，背后的布是丝绸，所以很滑。然后是髋关节和膝盖开始软化，再靠着门边慢慢滑落，最后变成坐着的姿势。尸体背后的丝绸也是为了达成目的才被钉在门上，证据就是少年的证词以及那块白布。尸体的头部因为长时间粘着白布，且自身也在慢慢腐烂，因此布的纤维上应该可以检测出被害人的 DNA， 而且白布挂起来的高度也可以确定，这样就能证明尸体是站着的。好在他们在凶手处理到白布之前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池端听完表示，就算如你所说，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吗？甲本表示，是的，我没有证据，我甚至从一开始就没说凶手是你，他要做的只是解开密室谜题而已。就在池端准备离开时，秦泽拦在了门前，告诉他现在不能走，如果是他杀，那么遗书就不是大石社长所写。按照遗嘱上所说，在公司快要破产时，池端以200万借款做了担保，可以说相当了不起。但事实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和大石社长2个人，现在大石也死了，所以这世上能写出那封遗书的就只有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你。只要收拾完证据，就可以万事无忧了。你应该是这么想的吧？只可惜甲本他们来了。之后，秦泽就将真相告诉了袁山。回去的路上，他们收听到广播，发现又有某处的密室发生了烧炭自杀的事件。当然，秦泽肯定觉得这事和自己无关。回到家里，还美滋滋的喝了杯咖啡，正准备换衣服，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家窗户竟然被人给撬开了。多年来的收藏级手表全都被卷得一个不剩。甲本告诉他，除了1楼和2楼最顶层是最容易被人盯上的，通往屋顶的门常用的锁都是那种一撬就开的便宜货。从屋顶用绳子下来的话，基本所有住户的阳台和窗户都不在话下，所以他应该考虑增强窗户的防盗功能。除了辅助锁以外，还要装感应器或者是贴防盗膜，都很起效。门上建议安3把锁，锁芯都用同一个，那么主人只需要1把钥匙就能打开3个锁。但小偷往往需要花费3倍的时间。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还是3个锁中指开关，上下2个门锁中间那个锁不用动它，只不过最中间的那个锁开锁的方向要与上下2个相反。这样一来，就算小偷把3个锁全撬了，最中间的那个反而会被锁上门，还是打不开。如果想让房子无坚不摧的话，甲本告诉他需要300万，这可比他那些表便宜多了。临走前，他们讨论了关于报酬的事儿。甲本告诉他们自己不需要报酬，只要在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愿意伸出援手就行了。回到事务所开会时，秦泽忽然发现合作公司的工作人员手上戴了块眼熟的表。从那之后，他看街上好多人都带着他的典藏款级别表，神经衰弱到他看谁都像小偷了。这时候，甲本打来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现在就需要他们帮忙。甲本向他们介绍到旁边的男人叫做惠田爱一郎，就在不久前，他的侄子去世了，死因是烧炭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房间里贴满了胶带，烧了木炭，遗体里检查出了安眠药的成分，但惠田先生认为这不是自杀。在惠田的记忆中，大树一直是个视妹妹如命的孩子，不可能会留下美树一个人先死，并且那孩子没有自杀的理由。
俩孩子在3年前失去了母亲，也就是惠田的姐姐小绿。他们的父亲在美术出生不久就死于了事故，姐姐在那之后和一个叫做高泽的中学老师结了婚，3年前病死了。高泽就顺势收养了俩孩子。那一天，高泽忽然联系他说想谈谈大树闭门不出的事，惠田就去了他们家。结果众人发现美术在外面开门，大树也没反应。惠田使劲撞了门，发现没反应，高泽赶紧拿出了道具让他们都退一下，说这扇门无法用蛮力打开，接着就用电钻将上方给钻开，然后说上面有个什么锁要找弯曲的铁棒，把转钮转动门才能打开。但即使他把上面那道锁给打开，门依旧很难推开。直到2个人使劲撞进去，才发现房间里面挂满了彩带，空调正在启动，窗户都被封死，正中间是一盘烧光的炭，墙上还贴着永别了。大树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已经失去了声息。一听到开锁，晴泽就炸了，普通人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就能把锁打开？没想到惠田却承认了自己其实是个盗窃惯犯，坐了5年牢，半年前才刚被放出来，但他早就已经金盆洗手了。案发那天，高泽一直都在家里，美术又跟朋友出去了，外人想要瞒着他的眼睛进到家里再杀掉大树根本不可能，所以他怀疑是刚刚杀了大树。警方认为就是大树自杀，毕竟那个房间除了大树谁也进不去，是个密室。甲本则是希望2人能够利用他们律师的特权去调查高泽是否有杀人的动机。惠田的姐姐按理会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一大笔遗产，大树的死有可能会给高泽带来利益。惠田因为犯了罪被剥夺了这个权利，而他本身也和父亲的关系不太好，一直都只和姐姐有所联系，也就没能提出异议。甲本还希望他们能拜托美术，让自己进去看看大树的房间，因为美术一直都在躲着惠田，所以他们只能请求他们的帮助。他不希望大树死不瞑目，也想阻止美术可能会发生的意外。转头，纯子便带着晴泽来到了美术的学校门口，但在听完纯子的话以后，美术却说，就算哥哥不是自杀，也和惠田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偷盗行为是最下等的，现在才来关心自己已经太迟了。听到他们申请没成功以后，甲本便决定直接去找高泽。俩人闻言都觉得不可能，怎么会有人把怀疑自己的人请上家门呢？结果下一秒，高泽就非常热情地请他们进门。晴泽瞬间叛变，觉得是死的人肯定不可能那个表情，这就是祖国的园丁，肯定是大树自杀的了。纯子有些疑惑地表示，大树一直宅在房间里，那是怎么吃饭的呢？甲本告诉他，一般都是妹妹给他送饭。当天早上，他还把妹妹做的饭和高泽煮的咖啡都喝了个精光。房间内的垃圾桶里留有安眠药的药片板，而早餐的餐具已经被高泽给清洗过了，没有有力的证据。晴泽觉得就是他宅久了，所以才想自杀的。但纯子却不认为大树真的是隐蔽青年。在纯子的印象中，隐蔽青年式的生活没有欲望和动力，并且拒绝一切同社会的联系。但大树的房间里却摆了很多的书以及考题集，和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2人走出去时，高泽刚打印完东西。原来高泽打算开一个加入魔法元素的科学实验秀特别课程。甲本看完宣传单以后沉默了许久。第2天又1比1还原了案发现场的房间。首先是被封住的门，封门所使用的胶带不是一般的胶粘纸带，而是更加宽更加薄的塑料胶带。选择这样的胶带，是不是为了能够在门外粘胶带而故意选择的呢？晴泽听闻忽然灵光一现，认为凶手可以使用吸尘器，比如像这样将胶带粘一半在门上，然后走到走廊关灯，再使用吸尘器将胶带给吸过来粘到门上。很好，晴泽天才般的猜测又被甲本给推翻了。因为大树的房门为了不透风，门框选择了折形构造，就算在外边吹风也会被门框给挡住，没法系紧胶带。门缝被胶带封死，也无法使用丝线去拉。刚回到事务所，同事就告诉他，之前的遗产继承案他已经帮忙调查过了。他火速将这则消息告诉了晴泽。孙子大树和孙女儿美术越过女儿小绿和惠田，分别从过世的祖父母那里继承到了2亿的遗产，也就是说母亲放弃了继承权，而惠田也被排除在了继承名单之外。小绿虽然和高泽再婚了，但正式收养手续并没有办理，但又不知道为何在去世前匆匆办了手续。这样一来，孩子们去世的话，所有遗产就归入高泽名下了，这足以构成杀人动机。到了魔法化学公开课的当天，甲本和纯子去了现场，高泽在台上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解了一堆奇妙的原理。路过的美术看到了2人以后，内心开始有些动摇了，在结束以后叫住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舅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没想到甲本却反问了他一句，你觉得高泽是个怎样的人呢？是家长们眼中的教师榜样？与之相反，惠田是个多次盗窃、引发伤害事件被关进监狱的前科犯，也就是个人渣。但这都是世人所认为的。惠田是个怎样的人，应该由他自己来弄清楚，别人的评价根本靠不住。晚上回去，美术便翻出了以前的老相册，翻阅了起来。其实在他的印象中，舅舅一直是个很温柔的人。看完照片以后，他便带着一箱子东西找到了甲本，希望箱子里的东西能帮到他一些忙。箱子里装的是之前贴在窗户和门上的胶带。当时他告诉2人说自己处理装作丢掉，其实是藏起来了，因为他预感到这可能会成为证据。第2天，他们便趁着高泽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潜入进了案发的房间，将胶带重新贴上去以后，能发现上面都出现了些小的褶皱，但那边窗户上贴的胶带就没有出现这种褶皱，就是因为门上的胶带它只贴了一半，另一半等它自然贴上形成的。要想让胶带自己吸附上去，就需要用到静电。静电是由不同物质相互摩擦而产生的。说完，他就演示了一下，用衬衣的袖子蹭一蹭，胶带上就会带上静电。时间一久，整条胶带就会吸附到门上。甲本告诉他们，案发房间使用的是铝窗户，就算不封上烧炭也足够了。
但他想凶手封窗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提高气密性，也就是说他需要比烧炭自杀要求更高的完美的气密性。众人都听得一脸懵。纯子忽然发现晴泽袖子上沾了什么东西，这让惠田忽然想起来自己在撞进大树房间里的时候，纸片都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就粘在了他的衣服上。甲本询问他房间里的纸袋是什么时候收拾掉的，妹妹告诉他们是在拆胶带之前。他想起来的时候高泽已经丢掉了，也就是说比起塑料胶带他更急着收拾纸胶带。甲本蹲在门前正在研究门上的洞，众人忽然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那个人居然回来了。后田赶紧安慰妹妹没事的，毕竟大家都在这。在高泽走到门前时，甲本顺利的破解了这次的密室。惠田一看到他便指出了他的罪行，但没想到高泽却反咬一口，说他为了夺走美术编出这样的谎言，甚至告诉几人小绿在生前曾告诉他惠田有这样的怪癖。没想到听到这话的美术首先站出来说了一句骗子，他根本就不相信高泽说的这些话。高泽一脸无辜的说，就算胶带把门封死是用的静电，那门又是怎么从里面反锁的呢？甲本默默开口道，根本就没反锁，打不开只是因为有气压差而已。这个房间的门是向内开的，当里面的气压比外面高出很多时，门就会受到气压的压迫。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用力，门都不可能被推开。要做到这样很简单，只需要把空调设置好，调高2-3度就可以，根据波伊尔扎里定律就能推导出这样的结果。再加上房间里烧了炭，想要提高10度都不费劲儿。通常情况下，如果气压过高，有可能会把门给吹飞，至少也会造成门板裂隙。但平时使用暖气，房间内完好无损，是因为平时生活的房间里必定会有一些小缝隙，即使空气膨胀也有通风小孔，因此高泽才需要把窗户给密封。所以在烧煤球的时候还没有贴胶带呢。犯人是在确认大树已经死亡以后，才把正烧着的煤球和煤渣对吊贴上了胶带。而门之后之所以能打开，是因为他在门上钻了洞，这样空气放出来了，室内气压恢复正常就可以了。高泽愤怒地表示，惠田不是亲手开了那个锁吗？甲本毫不留情地表示，那只是近景魔术罢了。毕竟对于高泽来说，魔术是他的拿手好戏。在5年后归来的这一天杀掉大树，这并非偶然，而是凶手从一开始就企图利用惠田，为了让警察误以为案发现场是密室，所以促使惠田来解锁。惠田还记得那天开锁时感觉很滑，以为是因为紧张，不过可别忘了惠田本身是个盗窃惯犯，这种辅助锁怎么可能难住他？明显就是有人在旋钮上动了手脚。旋钮是指门内侧的锁头上的小转钮，犯人10有8九是在上面卷上了纸袋之类的东西，因此高泽为了把洞打在辅助锁的下面，事先就在门上做好了记号。而旋钮上一定卷着非常厚的纸袋，顺着旋钮的上锁方向之后，需要事先将纸袋顺时针卷起来，促使与钻孔机的顶头接触，低速回旋，就像齿轮一样顺利完成上锁。所以高泽给人一种在开锁的形象，实际上是利用这样的形象反而锁上了门。旋钮上缠着纸胶带被钻孔机切断以后就掉落了下去，但因为还剩了一部分，所以铁棒在上面打了滑。凶手在房间里装饰上胶带，就是为了让掉在地上的纸胶带不引起他人的怀疑。证据就是残留在他们身上的纸袋碎片，从上面能明显看出有被钻孔机钻头裁断的痕迹。只要警方深入调查，真相就会浮出水面。就这样，他们又顺利解开了这次的密室。这天搜查一科的红野警官找到了晴泽，问他是否认识棋手竹血武断。这人晴泽当然认识，日本将棋联盟也是他的客户之一。红野告诉他，其实昨晚竹血在新宿的宾馆里被人谋杀了，所以他们要请晴泽去署里走一趟。纯子一听大事不妙，他这是被当嫌疑人了呀。糟糕的是，晴泽的不在场证明根本没有人证。红野告诉他们，他们在调查了房间里的通话记录以后，发现竹邪只往外打过一次电话，也就是晴泽。但这个说法显然不能说服红野。晴泽此时明白，要是再没法实洗脱嫌疑的话，他就完蛋了。于是只能让纯子赶紧叫甲本来破解密室。来到案发现场以后，宾馆工作人员告诉纯子，案发那天被害人在下午的2点左右开了房。那之后不久，他们就接到了一通电话，2点半过后又来了一通来戚女士的电话找他。于是他将电话接到了客房，因为第2次没有人接，所以就上来查看了情况。敲了门以后没人应，他就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门。门上挂着防盗链儿，他从门缝里看到竹邪背后被刺倒在了地上，便立刻报了警。因为挂着防盗链，所以门也没有碰到尸体。警方目前认为是凶手拿走了钥匙，不过按照平常，只要锁上门就行了，毕竟尸体在那么近的距离，一开门就会被发现，也不知道挂防盗链是图啥。甲本躺在了尸体的位置上面，希望红野去试着开门。果然和工作人员所说的一样，因为防盗链的原因，门根本不会撞到尸体上，而且这家酒店及其抠门走廊里的监控探头都是假的，并且宾馆的构造也极其怪异，从1楼乘电梯不用通过前台就能够直接到客房来。房间的桌面上还摊开了一副没下完的象棋。这时候给死者打来电话的来妻已经到了。来妻是死者的女朋友，她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东西，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竹邪平时用来做研究的东西。说完，他就在没经过同意的情况下拿起了一枚棋子，被警告以后才放了下来。这个细节都被甲本看在了眼里。纯子仔细看才发现，这位来妻小姐也是将棋棋手，而且还是被业界所看好的即将成为史上首位职业女棋手。备受瞩目地，她一走出酒店就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来妻来到了事务所寻找纯子，希望她能带自己去见甲本。进入甲本的办公室以后，俩人发现他又将模型给做好了。甲本告诉他们，这个案子最大的谜团就是凶手为什么要挂上门链。来妻问了一句，从门外能不能插上门链？
甲本告诉他，当然可以，不管是插上还是摘下来。挂门链时可以用旋钮转动吧，或者是用一种 L 型的金属板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完成。但那个门上没有留下使用过任何方法的痕迹。他们猜测会不会是在竹邪被害之前就已经挂上了门链，比如凶手将重要的东西丢在地上，趁着竹邪转身去捡的时候从背后袭击了他。甲本否认了他们的想法，既然挂着门链，就证明这个人不认识，或者是需要防备，那么他就不可能会轻易将自己的后背露出来。况且凶手是将门上锁后逃走的，是怎么从狭窄的缝隙中拿到钥匙的呢？之后来七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甲本给反驳了。转天他们来到了江崎会馆寻找来七，甲本在路上提了一嘴，说这次密室和杀人动机有着紧密的关联，抛开这个不谈就无法解开谜题，所以一向不愿意凑热闹的他也来这里收集线索了。正说着，他们就遇到了来七，他正在和一名叫做真理的女孩对话。此时的会场里正在进行专业竞技战3段联赛的第17局比赛，他们能明显看出来七有点紧张。甲本向纯子解释说，因为他一直被逼得很紧，下一手可能就会见胜负了。这时候来七深吸了一口气，将头发给撩了起来。他们发现真理竟然在这个时候忽然离开了。过了会儿，来七便坐直身子，落下一子以后，成功的转危为安。接下来再赢一局，来七就能晋升4段了。记者全都围了上来，对他进行采访。等到比赛已经结束以后，真理才回来拿了东西走。擦肩而过的那个人叫做中野秀哉，是4段的选手。竹邪被害的次日，他们2人本来是有一场对战的，结果他就这样不战而胜了。说完，中野就凑过来表示，竹邪被杀，他好像更加备受关注了呀。反观独岛龙王，在龙王战中8连胜却没什么关注度。龙王战可是将其中的最强争夺战，大家都在休息室里围着看卫星转播呢。不过那个比赛只有早上和傍晚才播，其他在看电脑的人是在用将其软件预测棋局，这是最近在业内被大家频繁使用的软件。电脑会先于对弈者发现妙棋的下法，这并不奇怪。但在最近的龙王战中，独岛龙王在胜负关头下的16跪这一连招，就连这个软件都没能发现。说完，中野就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杀竹邪，因为恨竹邪的不止他一个。要说他心里的人选，那他就必须得说到古二郎8段了。在将其杂志的评论栏里，他被竹邪指名批评，非常生气，因为古二郎也十分厉害，自然无法忍受蒙羞。他甚至还在将其频道中开设了讲座呢。这时甲本忽然想起，竹邪好像没有手机。中野告诉他，他以前有过。他记得之前有一次他们3人一起去喝酒的时候，他还显摆过。然而来七却频频摇头，说自己没印象，可能喝醉了。2人离开后，纯子询问甲本有没有女朋友，如果他有女朋友就应该能理解。来七不知道竹邪有手机是件很奇怪的事，毕竟2人肯定会交换电话号码。不过这么听下来，他总觉得竹邪这家伙做人方面有问题啊。他俩真的有在交往吗？回去以后，甲本就下载了那款电脑软件，开始进行研究了。这段时间，警方也一直在监视着秦泽，而秦泽也守口如瓶，守着竹邪的秘密。来七告诉纯子，就算没问出来也没事，毕竟自己最近也要用心备战最后一战了。这段时间他都如鱼得水，最后一战之后就能成功的晋升职业棋手了。纯子约好等他成为职业将棋手以后，2人就一起去吃饭。没想到这时候来七却沉默了。他告诉纯子，自己想变强。有些人认为无论是体能竞赛还是头脑竞赛，女人都赢不了男人。他想让有这种偏见的人发出惊讶的声音，所以选择了成为职业骑士这条路。但现实比想象要残酷，在跟男骑士厮杀的时候，无论如何总在最后的胜负关头输掉。状态这种东西也是好是坏，所以老是瞻前顾后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别的路了。翻阅资料几天以后，甲本在真理的身上找到了一丝端倪。等他们找到古二郎时，古二郎又说独岛龙王也很恨竹邪，不过因为竹邪被害的那天，独岛龙王有对局，所以他才没成为嫌疑人。看着电视上的新闻播报，甲本询问一旁的工作人员，是否知道独岛龙王走16跪是在什么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在2点10分。听到这则消息，他就已经有了眉目。说到门链的事情上，他告诉纯子，插上门链的人并不是凶手，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插上的，是背部被刺以后竹邪自己插的，因为他认为凶手可能会折返回来，而凶手的确也返回了。为什么他会知道呢？他在将被切断的门链复原以后，试着开门，门刚好只能开到差一点才能碰到遗体的位置，而且门打开的角度跟遗体的角度吻合。最初他认为是第一个发现的酒店服务员在开门的时候把遗体推开了，但对方却说开了门链没有碰到遗体，也就是说在他之前有人开过门，并且凶手回来是为了磁铁棋盘，准确的说是那个龙王战的棋局，死者想要保护，所以才关上了门，因为那会成为找出凶手的重要线索。磁铁棋盘上再现了独岛龙王下的16跪，这手棋下的时间是下午2点10分，竹邪入住酒店的时间是下午2点。那么他是怎么知道16跪这手棋的呢？首先排除电视直播，因为龙王战的电视转播只有早上和傍晚才有。再其次也能排除掉通话，因为电话记录里只留有来七打来的2通和秦泽打来的1通。来七的第1通电话是在16跪之前，第2通电话无人接听，当然他也没有和秦泽谈过龙王战的事。在网上看实况的话需要电脑或者手机，但如果有可以展示前面的笔记本电脑的话，就不需要磁铁棋盘了。不管是桌子上还是竹席的包里都没有放笔记本电脑的空间，也就是说只可能是用了手机。根据之前的线索来看，他们都说竹邪没有手机，但中野却是他见对方拿过手机，而竹邪插上门链保存龙王战的棋面，
是为了留下凶手拿走了手机这一死亡信息。接着他走到桌前给两人看了一样东西，是真理一级在联赛中的顺序，他只选了其中险胜的对局进行了分析，定胜负回合里下的棋步有好几次跟电脑将其选的是一样的，这数值实在太高了，也就是说对方可能做了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记录的数据接近90%，而这个人就是莱七。甲本继续讲道，在将或者不将的局面下挑选出定胜负的一手棋，尝试向软件出题，右边是他的棋步，而左边是软件选择的棋步，总共有20多步都一模一样。如果看作是两人协作作弊的话，就完全符合逻辑。甲本认为是在对弈的时候有人用手机作弊了。假设凶手从犯罪现场拿走的就是那部手机的话，就不无可能。但纯子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愤愤离去。第二天就是3段联赛的最终局了。秦泽看了一眼报纸，急匆匆准备出去，没想到红叶几人又来堵他了。将棋大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等下到来七陷入死局的时候，他又开始变得慌张了起来。纯子当然不愿意相信他是那种会作弊的人，下一秒来七便坐直了身子，将头发别在了耳朵后面，这个动作和上一场一模一样。当他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真理就会离开现场。纯子意识到甲本说的可能是真的，于是便跟着一起走了出去。没想到真理真的走到柜子前，拿走了磁铁棋盘。时间1分1秒的过去，莱七周围的参赛选手都已经走光了，他依然还没有动手，那自然是因为纯子打断了他的施法。就这样直到时间结束，莱七才拿起棋子下了下去，输得彻底。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以后，他们两人才走进来。纯子告诉莱七，自己希望莱七小姐比赛时是堂堂正正的，自己相信她肯定会赢，但最后莱七也是惨败，并且这辈子都成不了职业棋士了。纯子认为成不了职业棋士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厉害了。然而莱七却语气冷漠地说，不要再自以为是了，我一看到你这种标榜正义的女人就烦躁，顺利当上律师的你怎么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再说回来，自己根本就没把他当朋友，只是想利用他知道竹邪到底说了什么。说完，莱七看向甲本，想和他来一局。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开始了博弈。竹邪早就知道他在作弊了，因为这个把柄在他手上，所以莱七才成为了他的恋人。莱七表示哪算什么女朋友，只是小姐罢了。作为他作弊的证据，竹邪没收了他的手机，所以他当时炫耀的那部手机其实是莱七的。这部手机动了手脚，在软件上面查到的信息都能通过这个手机来告诉他。他们通过呼叫音的次数来解读暗号，手机调成震动模式，并用消音材料裹好放在包里。他只需要用膝盖或者是手去感受轻微的震动，就能知道下一步该下在哪里。真理如果在21岁前达不到初段的话，就要退出将棋会，而他们两人都没有退路了。如果作弊的是公之于众，他和真理都会被永久性驱逐出将棋界，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要取回这个手机，所以才杀死了竹邪。听到这儿，莱七告诉他们自己有不在场证明，毕竟案发时间前后他都从自己吉祥寺的家里打来过电话。甲本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真理替他打的，于是他又问了甲本一个问题，门链是如何锁上的呢？甲本告诉他，在刺死竹邪之后，莱七拿着手机和钥匙离开了房间，锁上门，坐电梯，曾经离开过酒店一次。意识到重要证据落在那里以后，又匆忙折回了案发现场。而这个时间段里，正发生了先前甲本所推理的被害人亲自关上门链的过程，所以回到酒店的莱七发现门被尸体顶着打不开。现在这个没下完的龙王战棋局中，只要16柜还留着，就能判断出那里曾经有个手机，也就可以证明手机的主人是凶手。这步棋绝非他本人所想，因为这场棋局无论解说员还是记者，甚至是顶级职业手都没想到，而他本人也曾做出了类似供认的行为，就是在进入房间时拿开了那一步棋。说到这里，莱七已经没有理由再去辩驳了，他自嘲地说，总在最后关头掉以轻心的毛病还是没能改掉啊。不过他还是想说一句话，自己绝没有输给那个男人，只是那个男人装了自己没注意到的空子，所以自己输给了龙王。说完以后，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说实在的，他本人都有些搞不清楚这些年来抓着不放的到底是什么了。下完最后一棋以后，他便向甲本认输了。回到事务所以后，纯子和秦泽提起了莱七的事。他一直以为竹邪和秦泽讨论的是这个事，结果秦泽告诉他，只是竹邪收到了成人网站发来的巨额虚假账单而已。实在是太荒谬了。纯子告诉甲本，自己想申请做莱七的辩护律师，虽然有可能会被拒绝。一眼看气氛这么低沉，像甲本这样的直男也忍不住聊起了恋爱的话题。真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最近记者听到了风声，发现秦泽律师在破解密室中有大显身手的传闻，于是便上门来进行采访。就在这时，李奈忽然冲进来告诉他们，说纯子打来电话似乎是出事了。秦泽一赶到就发现纯子蹲在家门，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家里进大蟑螂了。解决完小强事件后，两人走出楼，发现底下有个怪叔叔在和管理员争论。管理员一看到纯子就跟看到了天使一样，求他帮忙。一听俩人是记者，刚才的怪叔叔也走了过来，递出了自己的名片，他叫谷沟俊树，是生物类杂志的撰稿人。他告诉秦泽事情是这样的，他有一个朋友是这座公寓里的住户，但他10天前因为意外不幸身亡的宠物还留在房里，他想去领养那些小家伙，但朋友的妻子却不让他进去，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个女人就在虐待那些小动物们，再这样下去他们就会饿死了。秦泽本来是想拒绝的，结果扭头一发现记者在拍照，瞬间一副哥俩好的样子，接下了这个委托。他们无奈只能来到甜品屋去找死者的妻子美香。说到宠物的话题时，美香却脸色一变说，这地方不方便说，换了一个地方以后，他告诉两人
这件事她已经明确拒绝过了，也不是钱的问题，因为那些都是丈夫的遗物，所以她不会交给古沟。俩人听出了她言语间对古沟的厌恶，美香告诉他们，不只是自己丈夫也很讨厌她，觉得是朋友只是古沟单方面的想法。经过一番交涉，最后美香只同意给对方2只，而且那2只原本就是古沟在养，一直寄放着而已。甲本听完2人的话以后，觉得有些奇怪，不想把亡夫的遗物交给讨厌的人，这种心情自己能理解，但为什么不给宠物喂食呢？转天几人便来到了死者的家里，令人感到震撼的是，美香居然连鞋都不脱就走了进去。几人出于礼貌，还是把鞋给脱了。走进去以后，他们发现房间内很多地方都用胶带封住了，死者所养的那些宠物也基本都是虫类。纯子一低头就看到了垃圾桶里放有一个水槽用的2氧化碳钢瓶，他在养热带鱼的朋友家里见过这东西。等到古沟把自己养的蜘蛛拿出来以后，俩人直接被吓得嗷一声叫。而这家人好巧不巧就在纯子家楼上，一般家里都不会同意这样的兴趣爱好，当然也包括死者桑岛的母亲。甲本听到这儿寻思，这么说死者是被自己养的蜘蛛咬到才不幸身亡的吗？不过在他的印象中，鸟蛛虽然给人凶残可怕的印象，但实际上就算被咬，它的毒也不致死。难道他家还有其他毒液会致死的蜘蛛吗？除了这只鸟蛛以外，死者家里还有巴西游走蛛，也就是俗称的香蕉蜘蛛，是世界上最毒的蜘蛛。被这种蜘蛛咬了，要是没有血清救命的话，就必死无疑。秦泽有些奇怪，那这样死者应该对这种蜘蛛的毒性非常了解才对吧？美香记得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桑岛在喂食时被瞬间咬伤了，所以镊子才会留在水槽里，一般喂的都是蟋蟀。古沟说着便寻思他们应该已经饿坏了，便一边讲解一边把蟋蟀喂给他的小宠物们。但不管怎么想，养了这么多年蜘蛛的人怎么会这么大意呢？秦泽也觉得怪，所以在来的路上他就已经想明白了，水槽里留下的镊子是尖端插入土里并靠在旁边的木头上的，而且正好就是在盖子的正下方，看上去像是从上面轻轻扔下去的。通常被毒蜘蛛咬了的话，肯定会赶紧把手收回来，如果那时候丢下镊子的话，镊子肯定会顺势飞出去，不可能继续留在水槽。而且桑岛没有使用古沟喂食时所使用的昆虫专用镊子。不过警方断定没有谋杀的可能性，因为那间房子是个密室。甲本听完以后认为有可能不是意外事故，如果桑岛是在给蜘蛛喂食时被咬伤，并且把镊子丢掉的话，那么蟋蟀也一定掉到了水槽里。这之后即使被蜘蛛吃掉，也只是吸食内脏，蟋蟀皮还会留在里头，但水槽里并没有蟋蟀皮。晚上他们便来到了纯子的家里，同一栋公寓布局也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桑岛房间的窗户上安装有可用钥匙开关的辅助锁，水槽煤气炉的缝隙已全都用胶带封死了，通风扇排水口全用钢丝网盖住，门和窗户也都上了锁。钥匙是桑岛夫妇各持一把，只有这2把。说完了，纯子正准备给俩人倒杯咖啡，甲本却说他已经勘察完了现场，因为门锁是配有 IC 插卡型的撬锁和配钥匙都行不通，如果窗户上也安装了辅助锁，那么就无法从外面重新上锁，而且除了门信箱以外的开口全部都用胶带封死了。门信箱口因为内部有防盗盖子形成阻碍，所以也没办法锁上。也就是说，桑岛死的时候，现场的确是一个100%的密室。他们将调查结果告诉记者以后，记者寻思，难道不是桑岛太太杀了人吗？纯子他们当然料到了这一点，不过美香当天的确有不在场证明。记者告诉他们，其实自己在甜点屋附近打听到了一些情况，桑岛和美香之间正在闹离婚呢，不过离婚原因暂不清楚，听说婆媳关系也非常不好，因为他们家甜品屋归乌荣全是明治时期创立的有历史的老店，所以每代对儿媳的教育都非常严厉，想必美香也被老板娘折磨得够呛。就在这时，同事走进来告诉他们，古沟给他们打来了电话。接通以后，古沟告诉秦泽，托他的福，他们已经谈妥了，屋子里的所有动物他都能带走了，他们已经说好了明天9点就去公寓，他不希望被别人找茬说自己偷盗，所以希望律师也能到现场见证。纯子再次来到了甜品店，只可惜美香因为送货所以已经离开了。婆婆叫住了纯子，告诉她今早他们收到了一份传真，看样子是有杂志想要出版这件事儿。可碍于他们一家是经营食品业的，要是知道食品业公司社长养毒蜘蛛的话，肯定对买卖很有影响。美香说她猜出了是谁发来的邮件，就是古沟。婆婆有些难受的表示，最开始就给她说了不要养毒蜘蛛也不听，他们俩婚姻遭到反对她也不听，毕竟美香那样恶劣的女人不适合归乌龙泉，他们本想给儿子找更好的姑娘的。这时候美香已经回来了，能明显看出婆媳关系的确不好。美香告诉她，其实之前她就打算将蜘蛛都给处理掉了的，因为婆婆那边要求她不要给蜘蛛喂食直到对方饿死。不过对比起杀死丈夫的蜘蛛，她反而更讨厌想要借此而侵占蜘蛛的古沟。纯子告诉甲本，传真发来的桑岛的照片是之前为了协助古沟那家杂志社采访时拍的，两人在周野的一家宠物专营店相识，都不了解对方的来历。但据说当得知桑岛是甜品屋的社长时，古沟马上就开始索取高额中介费。桑岛买蜘蛛的时候也是古沟替他做了中介，在桑岛收集的鸟蛛中有很多因为很难购入而价格很高的之处，所以以此为由杀害桑岛也不无可能。说着纯子就咬了一口甜点，结果发现年糕里竟然加了艾蒿，艾蒿年糕就该和到面里头，把外表也做成绿色，不然真的从外表分辨不出来，很容易就会拿错。听完纯子的话以后，甲本告诉他，其实他也认为这起案子是他杀，虽然自己说了那是一个100%的密室，但如果谋杀手法是让毒蜘蛛咬人的话，凶手就不必在场，只需要安好被害人可以被咬的装置，以后就能在安全的地方等着了。秦泽虽然觉得很麻烦，不想再管这起案子了，
但他也不会阻止纯子去独自调查。别看他老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临走前还是暗戳戳给纯子提了个醒。一般被蜘蛛咬了，就算知道自己没救了，也不可能会在房间里一动不动的等死，通常都会跑到外面呼救。甲本是安保公司的，正好今天有人来看了他们的新设备。这次的装备大门关上以后，如果不通电就无法再打开。要是有人不小心被关在了里头，那么房间里还会备有供50个人生活好几天的食粮。看到这个，甲本忽然灵光一现，来到了花鸟市场询问老板，如果鸟猪不吃食的话能活多久？老板表示得看品种，有些鸟猪1个月不吃食都绰绰有余。于是甲本便换了个方向询问他那蟋蟀呢？老板告诉他蟋蟀顶多也就1礼拜。接着他又在老板的介绍下看了一眼巴西游走猪的照片，照片里的水槽正是桑岛家的，里面有一对巴西游走猪，它们一般只在发情的时候才会被放在一起，其他时间会相互残杀。甲本视线一挪，发现这篇报告就是谷沟制作的，那个房间里肯定还残留有什么线索。谷沟执意要将蜘蛛交付给他，应该是想进入房间回收某物，又或者美香夫人拒绝交付蜘蛛是为了隐藏销毁什么，而这样东西肯定是和凶杀案有关的确凿物证。纯子一听大感不妙，明天早上9点就要交付了，他希望甲本能跟自己一起去看看实际的案发现场。第二天一早，众人出现在了桑岛的家里，秦泽发现谷沟非常专业，将蜘蛛密封以后都放进了冰箱。谷沟告诉他，这样就能让蜘蛛进入冬眠状态，就不会死，也可以通过2氧化碳来麻醉，不过这样做有风险，有可能会让代谢下降，脚可能会坏死，他一般不用这种方法。听到这儿，甲本看了一眼垃圾桶里的2氧化碳钢瓶，谷沟这手忽然惊呼说卡梅隆不见了。卡梅隆是一只巴西巨人金质间蜘蛛，也属于鸟蛛的一种，那只可是桑岛最喜欢的，当然没可能是自己逃掉，毕竟水槽的盖是从外面固定好的。这时候美香开口告诉他们，那只蜘蛛已经死了，就在事故发生的前4、5天的样子。谷沟非常震惊，毕竟桑岛那么喜欢那只蜘蛛。听完以后，他便双手合十作揖。这时候秦泽忽然发现谷沟从地上拿起了什么东西，他赶紧问他那是什么。谷沟解释道，这只蜘蛛叫做金太郎，和卡梅隆是一对。秦泽对此抱有一丝怀疑，非要抢过来看，结果在混乱中被蜘蛛给咬了一口，众人都吓得不轻。美香也赶紧去拨打急救电话，没想到却被谷沟给拦下了，认为没有那个必要，毕竟这种蜘蛛毒性并不强，他应该是知道的，只需要消毒就能消肿了。说完，谷沟赶紧动手给他消毒，但刚才的争执却全被甲本看在了眼里。纯子注意到了一旁的甲本，明白他已经解开了事情的真相了。甲本转头询问谷沟，桑岛总是通过他的介绍来买蜘蛛，所以巴西游走猪也是他介绍的吧？看到谷沟承认，他便继续讲，这里原本应该有2只吧，因为你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中拍到了2只，见事情败露，他也就承认了，告诉他们，在他们昆虫圈，巴西游走猪也因为很危险而不推荐饲养，要是说他逃走了，社会上肯定一片责难，所以他才沉默。再加之他是私人进口的，肯定会被骂得很惨。甲本继续讲道，上一次你是因为发现了蜘蛛不见了，所以才穿上了鞋子，对吧？但在第一次进屋的时候，夏美就已经把鞋子穿上了。夏美委屈地表示，满是蜘蛛的房子肯定要穿鞋啊。谷沟却立刻觉得他这话很假。另外2个没穿鞋的吓得嗷嗷叫。甲本告诉他们别慌，自己知道蜘蛛在哪儿。那天白天美香来过这间屋子，然后用2氧化碳杀死了卡梅隆，取出了他的身体，把皮盖到了巴西游走猪身上，接着再把其放回饲养卡梅隆的水槽中。因此现在的巴西游走猪看上去就像巴西巨人金质间蜘蛛，所以桑岛像平常一样取出卡梅隆，即使被卡梅隆咬到了也没必要大惊小怪。他以为做个应急处理就不会有大碍，但实际剧毒已在体内蔓延。次日早晨，美香在管理员打扫之际，瞅准时机发现了尸体。她把现场伪装成丈夫喂饲料时发生了意外，之后只要回收杀害她用的蜘蛛就大功告成了。但很可惜，她找不到那只蜘蛛了，所以才拒绝把蜘蛛给谷沟。因此，只要不喂食，把蜘蛛全都处理，大家就不会发现少了一只巴西游走猪。而刚才谷沟先生说过，巴西巨人金质间蜘蛛的毒性不强，他是知道这件事的。如果他知道蜘蛛的毒性的话，就没必要惊慌了。秦泽律师被咬的时候怎么看都是认真的，他在看到金太郎的时候误以为是逃走不见的巴西游走猪。美香此时还不认罪，表示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盖着卡梅隆毛皮的巴西游走猪此时在哪呢？甲本讲道，蟋蟀不进食的话最多能活1星期，但为什么还那么活蹦乱跳呢？谷沟瞬间明白了，将蟋蟀盒里的木头给拿开了，盖着卡梅隆皮的巴西游走猪就在那下面。甲本猜测他可能是在房间里到处觅食，却进了水槽，寡不敌众，被蟋蟀这样的杂食动物给分食了。这和美香刚才所说的供词不同，看样子她就是被婆婆折磨到精神崩溃，想要离婚不能，所以动手杀父。美霞听完却笑了说，那女人说什么我都不在意，桑岛只要自愿当提款机，自己还生什么气啊？所以自己从一开始就冲着他的钱财和他在一起了。谷沟在一旁表示，桑岛也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才想提出离婚的，但这女人却声称无论如何也绝不离婚，因此他才想在离婚前杀掉她继承遗产。真是荒谬又如蛇蝎般的女人啊！也难怪谷沟说蜘蛛都比女人可爱。纯子带着甲本来到自己的好闺蜜家做安保测试，却被闺蜜误以为是她的男朋友，吓得她赶紧出声解释。这时候甲本正好做完了估价单，闺蜜忽然聊到了电视上播的豆腐渣工程特技。听到这里，甲本来了兴趣，告诉他们关于这个有几个简单的鉴别方法。首先在地板上放个小球，如果会自己滚动，就说明地板是倾斜的。
试着到外边检查一下地基混凝土部分是否发生龟裂，在2楼蹦跳几下，如果有摇晃感，有可能是柱子数量偏少，然后到屋顶检查隔热层的嵌入状态，这非常重要。就在这时，甲本接到了电话，原来是秦泽他们事务所负责的委托人死在了承包施工的一套房屋里，头部遭到了重击。告诉秦泽这件事的三井同时还提到了一些可疑的传闻，在那套房屋转接后就发生了地震，屋子严重扭曲，据说是豆腐渣工程遭到过投诉。当然，委托人他们那边声称施工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由于刚和三井他们签了收购合同，顾及到前面决定进行免费维修，这要真的是豆腐渣工程的话，他们就需要和秦泽解除合同了。秦泽刚走到那栋房子门口，就看到了老熟人红野，俩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的。身后又走来一个男人，名叫做山崎，是这栋房子的主人。秦泽询问山崎，地震造成了歪曲的话，地震强度是多少呢？山崎告诉他4级，原定他们3周后举行婚礼，想要搬进来的。红野有些可惜的表示，听说竹本是在预先检查维修工程的时候去世的。这时候纯子带着甲本一起赶了过来，一看到甲本，秦泽就跟看到了救命恩人似的。只可惜请来甲本的并不是纯子，而是红野。一群人走进去才发现这房子清洗的相当厉害。起初发现竹本尸体的时候，房间处于密室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竹本死于意外。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请来了甲本，希望看看外边的人能否真的进去。案发时窗上的锁，但是门没有上锁，何止是没上锁，连关都关不上，因为门框变形了，所以门关不上。但在发现尸体的时候，门是完全关着的。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勘察组试了各种方法，但从外面无论如何都关不上门。如果使劲敲进门的上方，强行敲进门框的话，才能勉强关上，而且还得用软质锤从里面敲。因此，即使假设是谋杀，凶手也不可能从正门内逃出去，因为他在外边关不上，而另外一边的门不管撞还是踢都打不开。由于屋子扭曲了，上下两方都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也不能从这扇门逃出去。窗户上了带锁月牙锁，而且内侧有保护层，也不可能从窗口逃脱。贴纸和保护层都是山崎做的。他解释到，为了确认混凝土的损坏情况，他们曾想把铺地板的材料都掀了，为了防止碎片划到玻璃，所以就用塑料布把窗子保护了起来。但在剥开一部分以后，他就放弃了。房间的木板上面还遗留有漏雨的痕迹，因此他们猜测竹本是踩到了地板上的水才失足摔死的。正好昨天早上他在给学校的棒球部做指导，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接到了竹本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对里面进行检查。山崎说社团活动结束了以后他就回来了，结果进入房屋里以后发现门打不开，他才从玻璃那边往里面看，结果发现了竹本的尸体。秦泽听完以后询问他，棒球部的训练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山崎告诉他是上午9点到下午2点，而竹本的推测死亡时间是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之间。甲本忽然发现墙上贴有奇怪的东西，山崎告诉他那儿贴过贴纸。回到办公室里以后，几人便开始讨论这间奇怪的密室。要说是密室，甲本其实不太认可，因为除了门和窗户以外，那间房子还有另外的开口处，因为有2个为空调管道准备的洞，只要把盖子取下来，把手伸进去拧几下，从外面也能做到开关洞口。因为那是一个内径7.5厘米的大洞，所以即使是男性的手只要稍微缩拢就能伸进去，只是目前还不清楚是怎么用这个洞关上门的。当然，如果要说是意外的话，也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竹本为什么要关上客厅的门呢？毕竟是他一个人去的，如果是他自己把门给牢牢地关上了，那么在山崎来之前，他就会被关在屋里。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先解决门是怎么关上的这个问题。山崎身上所携带的物品里，没有任何一件可以代替软质锤的工具。还有一点就是那些留在墙上被扯断的胶带很奇怪，门上的贴纸还有保护窗户的胶带都规矩地贴在上面，但为什么只有角落的那些胶带被胡乱地扯开了呢？即使地基再松软，也很难想象仅4级地震就造成那么严重的歪斜。很明显，他们做的就是豆腐渣工程。可要这么说的话，山崎更没有杀死竹本的必要了。毕竟别人答应了可以免费维修，而且他还拥有不在场证明。第二天，他们便来到了山崎工作的学校，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明是否属实。山崎一看到他们就十分紧张，好在他们确实了。山崎案发当天9点就来了学校，他有些紧张地告诉他们，自己家出了事故，这种事还瞒着学生们呢。再加上自己的妻子也是这的老师，所以这些都还对外保密。不过他的未婚妻从上个月开始就为了准备结婚停止了。他们走到了刚才的训练场，发现之前那俩学生偷偷在器材室里抽烟，紧接着他们便找到了山崎的未婚妻。结果一走进去，他们才发现红野居然已经在里面了，还真是冤家路窄。纯子转头发现了桌子上的一摞英国宾馆的请帖，因为纯子的朋友也在英国宾馆举行结婚典礼，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听到这儿，范仓告诉他，其实自己在考虑取消婚礼，毕竟那栋房子又是豆腐渣，还死了人，修补好了也没心情住在里头，就算卖房子价格也会大缩水，只会给山崎留下巨额贷款。红野认为这起案子就是一场意外，警方都这么断言了，那秦则只能给自己的客户掏违约金了。纯子将这件事告诉了好闺蜜，好闺蜜听到以后也觉得，因为这种事就悔婚也太武断了吧，结婚不就是要2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吗？闺蜜觉得离婚礼还有3个星期，那请帖肯定都发了，
这样都敢取消，真的相当需要勇气。听到这，纯子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范仓家的请帖根本一封都没有发。闺蜜告诉她，婚前请帖一般都要2个月，最迟也要1个月前就送出去，毕竟也要等待受邀人的参与与否答复。于是纯子便独自上门拜访了范仓。议会事务所，秦泽就发现他一脸苦大仇深。不过即使如此，甲本依旧还在调查，毕竟他要弄懂的就是破解这个房间的密室。他告诉纯子，房间里那些扯淡的胶带，如果按顺序接好的话，会变成很奇特的线条。如果是在这个地方铺了张布，那么正好就能把墙角切出一个三角形来。用管道洞能否关上门，应该就是解谜关键。纯子想，会不会是犯人从管道口伸了很长的棍子来将门给关上的？甲本告诉他不可能，因为墙外1米有个高高的围墙，没办法把那么长的棍子捅进来，而且从小洞到门口有10米以上的距离，小洞当支点的话，手头有1米，里面有10米，杠杆原理会起到阻碍作用。就在这个时候，秦泽竟然出现了。秦泽告诉他们，自己刚才遇到了棒球部的小子们，据说要跑1个小时呢，正值青春好时光，奔跑吧。纯子却忽然停了下来，转头问他，棒球部的人都往哪边跑了？听秦泽说完以后，他便立刻追了上去。两人跑得要死要活的时候，甲本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过去了。好在纯子顺利地叫住了他们。从部员口中得知，他们每天都要跑1个小时，包括上周6练习的时候。而这段时间山崎没有不在场证明。甲本过来表示，应该还有其他队员吧，他们人呢？队员告诉他们，总有那么几个玩失踪的。也是这条线索让甲本顺利解开了密室，这才刚跑过来又得跑回去。气喘吁吁的秦泽忍不住吐槽一句，青春真是玩不起啊。甲本直接进入了仓库，找到了那2个在这抽烟的队员。从他们这里问到线索以后，甲本告诉他们密室已破，于是他们又将山崎叫了过来。秦泽一上来就问他房间里面为什么会有球。山崎说他放在这里社会了，让人一眼看出来地板是倾斜的，要是他们不肯免费维修，他就把视频丢到网上。听说有些奇怪，说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棒球部的顾问，第一个想到用的却是网球呢？山崎寻思这有啥好讲的，想到网球就有网球了呗。为什么要说到球呢？因为他们认为凶手是利用球耍的小把戏，将这里伪装成了密室，接着便由甲本来给他们模拟案发现场。凶手要从客厅逃跑，就只能通过面向走廊的门，因此他就得想办法把那扇门给关上。为此能用的只有这个小洞。凶手要如何完成这样的轨迹？首先要在内侧盖子的背面粘上绳子，然后打开盖子，让它自然垂到房间里。等完成一切之后再拉上来关上。接下来就是揭秘凶手如何将门给关上的步骤了。甲本从学校借来了网球的发球机，这种机器用于发射硬式、软式垒球，此外也可以发射网球，只需要不断朝着门上发球，就能完成从洞口将门关上的操作。山崎回过神表示，虽然是把门关上了，但这一地的球该怎么收拾呢？甲本告诉他，这间房子被施了魔法，因为地板向这边倾斜，所以球会自然的往回滚。为了把球集中在这里，凶手在墙壁一角倾斜的拉了块塑料布，用吸尘器把集中到一起的球都吸出来，再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把塑料布料拉出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房间内壁上留下的胶带。完成这一切，只要盖上盖子就能完成密室了。当然，要证明他杀了主本的直接证据没有，但间接证据很充足。山崎告诉他们，自己放球真的只是为了测试房间倾斜度而已。秦泽却说房间里根本没有球，但你刚刚却说放了网球，这说明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网球是犯罪工具。之所以选择网球，是因为洞口直径7.5厘米，棒球塞不进去。不过他也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点，那就是网球上面的毛会掉。经过警方的微物检查，发现房间内掉有黄色的毛，而且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因为棒球部那1个小时的跑步时间而被推翻了。最重要的是，他从没有跑步的人那里拿到了重要的证词。他们在仓库里抽烟的时候，发现了仓库里的投球机不见了。山崎还不服气，问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杀主管，又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拿了投球器呢？纯子这时候开口了，其实他和范仓已经聊过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发出婚礼请帖？其实早在主本死的前一天，他就已经决定不结婚了。他和山崎的朋友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后面被甩很伤心的时候，是山崎跟自己表白趁虚而入，所以脆弱的范仓才会接受他的求婚。但随着这些事渐渐稳定下来，他越发觉得不安。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地震，房子整个都歪了，他便也顺势提出了悔婚，单方面取消了婚礼，结束了一切关系。第2天就听说了主本死去的消息，那时他就在想，会不会是自己把山崎逼上了绝路，所以没和警方坦白。山崎案发前一天晚上，他还舔狗似的希望范仓能够回心转意，毕竟主本他们已经答应了进行无偿维修，但范仓还是冷漠拒绝了，认为那是上天的警告。之后山崎就去找主本退钱，没想到那死老头却说他们闹离婚关自己屁事，钱不退还骂他是猫，所以范仓才会离开他。听到这些话时，山崎的心理防线就崩塌了，接着便满脑子都只有杀了他的想法。回过神来时，主本就已经死了。他也不明白自己为啥要做出这样的事儿，但是事到如今什么都无所谓了，又顺利的破解了案子，红也只能向秦泽道谢。秦泽闻言立刻就装了起来，表示老弟下次有问题还来找我，要找小甲本也得从我这联系哈。这天李奈递给了纯子一张剧团表演的门票，因为他也参与了演出，所以希望他们能去现场观看。这时候秦泽和他的前辈一起走了出来，让纯子没想到的是，前辈竟然是李奈的父亲。不过李奈的父亲似乎对于他演戏这件事并不支持，认为他演戏也就玩而已。这件事李奈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也希望纯子能替自己保密，所以他也不能告诉秦泽，理所应当的就把甲本给叫了出来一起看表演。第1个表演是灯光舞蹈秀，相当炫酷，纯子对此赞不绝口。
紧接着便是李奈出演的话剧，故事发生在英国附近一个名为诅咒之岛的岛屿，同样也讲述了一个用密室杀人的故事。但甲本作为理论派觉得他们这说的不对，当然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地方。看完以后，两人走了出来。纯子对于这次话剧的手法感到相当震撼，但甲本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看明白了。在上面表演的时候，李奈还不小心撞到了后面的背景板，纯子都不知道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等了好久，李奈都没出来，纯子便让工作人员带他们去找李奈。结果一走进去就发现一群人围在一起。原来刚才灯光秀表演里的其中一个演员药师寺死在了休息室里。结果在那天过后过去了3天，警方都还没有搞清楚案件的真相。晴泽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大为震撼，水城前辈是他非常重要的人，所以每次他来询问自己女儿的近况时，他都如实回答。结果没想到这次他竟然牵扯到了一桩密室杀人案上，最重要的是嫌疑人之一还是他的对象。晴泽也懒得再说教他们什么，让他们先说明情况。被害人在休息时被人用木刀打中头部身亡，真木刀和道具木刀放在了一起，因为设计的一模一样，放在一起肉眼根本无法分辨。而药师寺对演出很有格，经常用道具练习被击中时的效果，因此严打他的那个人的就有很大的嫌疑。而那个人好死不死就是李奈的对象。这下晴泽里外不是人了，要是破了密室真是李奈对象，那他肯定会被前辈追究看管不力的责任。莫得办法，他只能赶紧让甲本解开案子的真相。来到剧院以后，鬼冢给他们递来了地图。刚开始组建剧团的时候，团里人不多，所以鬼冢负责写剧本，田山负责当导演。死者之前是负责灯光的团员，增加之后他就专心表演了。案发那天只有他单独一个人在左侧的休息室，是因为那里已经变成了仓库，成了他的专用休息室。案发当天暖场表演结束以后，演员们都站在幕后准备出场演出的时候，也根本没有进行换幕。剧团记录用的摄影录像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回到休息室去，但是4个舞蹈演员退场后进入幕后，从观众席看没人知道谁走向了哪间休息室，演员们也无法得知。纯子从李奈那儿也得知那间休息室只有一把钥匙，由小卖部的店员保管。回去的顺序依次是井冈、田山和鬼冢。井冈因为打工到深夜，一回休息室就直接睡着了，而田山则是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看演出。鬼冢进了休息室以后一直在看表演，两人进去的时候井冈已经睡着了，而田山那边没有人目击到他，井冈也没办法证明鬼冢在屋里因为睡着了。从休息室出去以后只有2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打开这扇门上楼后穿过小卖部从大厅出去，但门上的锁还有工作人员很难实现。另一条路是通过舞台的侧面横穿舞台，从右侧休息室这扇门出去确实是个办法，毕竟直通剧团外面，但要当着200名观众的面横穿舞台几乎不可能。嫌疑犯3人都有杀人动机，死者最近和田山以及鬼冢都有些矛盾，因为井冈想当演员，靠着在打工店里认识的鬼冢才得以进入剧团，但因为药师寺不认可他的演技，没给他登台的机会，因此鬼冢才让井冈作为舞蹈演员出场，但药师寺和田山都反对，3人关系不断恶化。晴泽听完头都大了，明天下午他就要见到前辈了，他要让2人在那之前破解密室，救出警告之外的嫌疑人。查资料查着查着，纯子就睡着了。睡醒的时候，甲本已经在那张小小的地图上标记了很多的注释，不过要解开密室还是相当难。于是纯子换了个方法，直接先将井冈给叫出来，询问他认为鬼冢和田山之中谁更可能是凶手。井冈当然没办法回答出来。纯子发现他包里放了一本密室的书，他解释说自己只是为了入戏而已，也要做好随时上台的准备。和田山的单独会面，田山也说自己没有杀人，什么都不知道。纯子想起井冈包里的书，便询问田山这次剧本是不是他写的。田山却矢口否认，说脚本是鬼冢写的。接着纯子又去找了鬼冢，但却联系不上他，他家里没人，便给甲本打了电话，没想到甲本却说鬼冢在他那里。鬼冢想在下次舞台剧的题材里加入防盗知识，所以想请教甲本几个问题。他一上来就问甲本觉得这次的密室手法如何，甲本觉得还不错，又问他何来灵感。鬼冢说是他百般考虑后才用的，使用了心理手法。等到纯子赶到的时候，鬼冢已经离开了。甲本通过刚才的对话已经知道鬼冢说他不是凶手，但他说谎了。那部戏的密室是利用物理现象伪装的手法，他却说那是心理手法，那个手法相当独特，应该不会记错。纯子心里有了眉目，井冈带着制造密室的书，而那本书他碰巧也看过，那本书讲的密室跟这部剧的密室非常相似。如果写那个剧本的不是鬼冢，一切就可以解释清楚了。井冈应该是鬼冢的枪手，他们得想个办法找到证据才行。李奈带着纯子来到了化妆间，悄悄地拿走了井冈的笔记本电脑，发现里面有一个叫做书的文件夹，点开以后果然在里面发现了这次密室的剧本。没想到这时候井冈正好进来，十分生气地拿走了自己的包。李奈追上去问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井冈却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因为鬼冢是他唯一的恩人，如果将鬼冢锁定为凶手的话，那就能够确定方法了。鬼冢是最后一个谢幕的舞蹈演员，可以利用整台戏的时间制造密室，也就是80分钟。那期间肯定发生了什么？如果是在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他们肯定就会注意的。甲本忽然想起李奈在舞台上摔的那一下，纯子问他当时为什么会摔倒。
李奈告诉他们，通常布景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大概是有人放错位置了。晴泽这边也给来好消息，说难得没有聊到李奈他们又多了1天时间可以解密。纯子挂完电话以后，就看到了背后的田山。作为药师寺的朋友，他希望田山想到什么都跟自己说一声。甲本在看鬼冢练习时，发现了一个专业动作，问他能坚持多久。鬼冢告诉他20-30分钟应该就是极限了。问完以后，甲本就离开了。此时警方也已经动真格将李奈的男朋友给抓走了。纯子正一筹莫展的时候，田山竟然来找他了。这头甲本也顺利拿到了案发当天的舞台剧录像。在他解开密室的同时，田山也告诉纯子，希望他能赶紧让鬼冢去自首。此时3个人都已经来到了剧场，晴泽十分老练，直接让甲本开始破解密室。甲本倒也挺好，便讲了起来。首先，鬼冢在表演结束以后走向了左侧的休息室，用木刀打死了药师寺，然后躲在布景后面横穿舞台。那么大的东西都人们肯定能发现，但人的肉眼无法识别速度极慢的移动。人类的大脑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一样东西上的话，就会忽视背景的变化，即使事先被告知也很难辨别。如果加快录像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个布景在悄悄的移动。这个舞台直径10米，用时80分钟左右，如果80分钟移动10米的话，时速为7.5米及秒速0.2厘米。如此慢速移动的物品，观众席是无法辨别的，只有经过特殊动作训练、有体力的人才能做到。而李奈撞到右侧布景的时候，鬼冢应该已经在右侧休息室了，也就是说凶手只能是他。但在道具木刀中夹杂着真正的木刀，因此他不确定是谋杀还是意外事故。晴泽只能问鬼冢是否真的有杀人的念头。鬼冢告诉他当然没有，药师寺托自己陪他练习，他没注意到是真木刀，所以击中了他。听到这儿，本来还在收拾的甲本停下了动作，这也和田山所告诉纯子的不同。甲本便告诉他们，这就是一场蓄意谋杀，并不是意外。他刚才那些说辞其实都是计划好了的，因为这次的犯罪需要周密的计算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为了实施此次犯罪，他练习了很多次。证据就是舞台上出现的好几层划痕，这都是多次拖拽布景留下的。只要让警察调查划痕，就能让真相大白。纯子转头说起了他的杀人动机，知道了井刚是他的枪手之后，药师寺就威胁了他，而这一切全都被田山给看到了。鬼冢原本想着这次得奖之后他就不再找枪手，自己一步步往上爬了，但却没想到药师寺直接否定了他，说他没那种本事，今后要由他来操纵鬼冢的人生，替自己赚钱。晴泽问他，难道你想让井刚背黑锅吗？甲本表示不，恐怕他并没有打算让人背黑锅。用这个方法，井刚即使被警方怀疑，也并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凶手，所以他是制定了计划，就已经做好了将会蒙受一定损失的准备，打了将损失减到最低的算盘。他嘲讽地笑了笑，表示这部剧名字取错了，不应该叫被囚禁于密室的男人，而应该是舞台。他口中的这个男人则是他自己。转天儿水城便来拜访了晴泽，这一次晴泽终于有底气跟他说他女儿在好好办公。但经历了这一遭以后，李奈决定向父亲坦白，他还在表演这件事。没想到这次父亲却没有反对他，反而告诉他，如果这么想演的话，那就坚持下去吧。但是如果是那种稍有被人看不起就想放弃的梦想的话，坚持也没用。最重要的是，追求梦想的时候要时常保持笑容哦。临走前，水池还补了一句，让他记得把男友带给他看看。众人一听就知道，好家伙，晴泽啥都给说了。不过好在这一次获得了老父亲的认可，之后井刚也顺利的要出演田山导演的舞台剧了，可以说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这次案件的舞台在一个偏僻山村的百年日式老宅里，窗户大开，却还是被称作密室，这是为什么嘞？这天上班的时候，晴泽美滋滋告诉纯子自己要去摩奈哥度假，之后的事儿就交给他了负责了。于是眼前这位名叫远藤的男人的委托便来到了纯子头上，他是长野被害女中学生的熟人，案件是在前天发生的。案发前夜，爱石和妹妹明日香以及父亲西野一起在远藤家借宿了一晚。案发那天，他有个课外活动的晨练，西野把他送到学校之后，就去参加村里振兴计划的聚会。那之后看爱石活动差不多结束，就回家了，结果发现大门上了锁。他以为课外活动延长了就进屋，结果看到女儿死在了家中，死因是头撞上柱子导致的颅内出血致死，但爱石的脸上有被人殴打的痕迹。警方说不可能是意外事故，爱石的身上没有性侵的痕迹，家里的柜子抽屉有被人翻过的痕迹，金条全都不见了。西野家过去是地主，在松本市内有许多房地产事业，不排除入室盗窃的可能，但命案现场是个密室，警方怀疑凶手就是最先发现尸体的西野。自从他被警察带走以后，到现在还没被放回来。但远藤相信自己的朋友不是凶手，他是为了保护2个女儿，哪怕舍弃生命在所不辞。纯子让他先冷静一下，毕竟目前没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远藤认为有可能是西野的大儿子干的。西野的大儿子名叫猛，4年前因为用刀捅了同学而被警察逮捕，但在途中就伺机逃跑了，自那之后行踪不明。纯子准备带上甲本一起去长野那边，正巧甲本就在长野，远藤开车带他们前往了自己的村落。途经某地时，他向众人介绍，这里是荒神村下叫做狐火极落的地方，人们把半夜空中漂浮的蓝火当成死者的灵魂，狐火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鬼火。
这附近的居民几乎都有见到过鬼火。到了西野家以后，众人发现这一栋建筑相当气派，毕竟也是100年前建造、代代相传的历史古宅。秦泽看了眼所眼，询问他们盗窃这种事时常发生吗？远藤表示并不是，村子里各家各户都是夜不闭户的，但只有西野家在猛失踪以后开始锁门了。甲本闻言表示，在一个没有小偷的村落里，这种进口锁真是显得突兀。这种锁构造特殊，想要配钥匙就必须跟厂家订货，数量有记录卡管理着。警方也说过这话，他们调查发现钥匙只有2把，分别是西野和爱石一人1把。他们在家里找到了爱石的钥匙。纯子询问到有没有不用钥匙也能从外面锁门的方法呢？远藤表示那不可能的，因为有目击者，距这里约100米的地方有个苹果园，那里有位叫做石的农妇，他从早上11点起就开始在摘花。12一季看到了爱石在12点半回家，也看到了下午1点多西野开门进屋，还看到3点多的时候远藤送明日香回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靠近过正门。进入房间内部以后，远藤提起那时候凶手肯定在家里，因为爱石回家的时候和朋友在通话，朋友听到了翻箱倒柜的声音，还有爱石那句谁在吗？那之后电话就挂断了。警方那边给出的死亡推测时间是在12点半的样子，也就是刚回家的时间。不过约有30分钟左右的误差，西野也被列入了嫌疑人，因为从他发现遗体到报警竟然花了1个小时，警方认为很可疑。远藤极力为自己的朋友辩护，觉得他只是看到女儿的尸体以后被吓到了。接着远藤又带着2人去了金条藏匿的位置，在地板的下方大约有30条金条的样子，一条1000克刚好是30千克。家里洗衣服用的绳和网袋都没有了，所以推测是放在那里面运送的。如果按照1克3000日元，那这儿也是9000万日元，图财杀人不无可能，但30千克并不是轻易就能搬得走的。目前的难题就是凶手到底是从何处溜走的。从苹果园的位置能够看到正门和后门，而且这些地方都在里面上了锁，窗户也都上锁了。远藤这手忽然想起有一处窗户是打开的，但是那处窗户外面却没有足印，因为下过雨，地上的土沾了水，是潮湿的。案发当天肯定更加泥泞，凶手如果从这里逃走，肯定会留下脚印。草坪倒是不会留脚印，到时人也没法跳过去。甲本这时候忽然在泥地上发现了4个洞，洞里还有蜜蜂的尸体。晚上他们在远藤家借住，远藤的妻子给他打去了电话，房间里就只剩下了2个人。纯子希望甲本能说点什么，不然太吓人了。纯子一直都觉得阴森森的怪诡异，甲本看他坐立难，就猜测到他是不是想去上厕所。纯子来到厕所，却看到了一抹鬼火飘了过去，瞬间吓得扭头准备跑，结果被明日香吓得一嗓子响彻了整个小村庄。吃饭的时候，远藤太太忽然开口道，他听说有人在案发前一天晚上看到了吗？到了晚上，2人边视频通话，将目前已知的线索告秦泽。关于密室这一点他还不能断定，但他有几个疑惑：一是西野为什么要在正门安装特殊的锁？很难想象这个村子里有入室抢劫犯，西野应该也很清楚这点。还有2楼窗户上的螺丝锁，那个螺丝有一根不能用了，拧不紧，从外面不断震动就可以轻易把螺丝弄掉开窗，不排除犯人可能是从这里进入的可能性。但螺丝锁不能从窗外上锁，即使进入房间也不能全身而退。正门防卫这么森严，窗子坏了却不修，甲本认为可能是星野没注意到锁坏了，西野是在猛失踪之后才上的锁，看样子是为了防范猛，而猛知道2楼窗户坏了。第2天，纯子便去见了目击到猛的目击者，男人告诉他，这起看到猛大约是在9点半左右，自己和他在雨中擦肩而过，虽然没有打招呼，但他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猛，因为2人是同学。除了他之外，电车管理员也看到他从车上下来，因为村里的伙伴都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即使不看脸也能认出是他。甲本则是来到了苹果园，从梯子上看了一眼西野家，下来时他忽然注意到自己的手上有铁锈，他低头一看，发现这个梯子不正是4个角吗？石阿姨走过来替他擦手，告诉他前几天不知怎么梯子就被雨淋湿了，要是不管他的话就会生锈，所以下雨之后自己都会给他擦干净再收好。明明案发前1天淋了雨之后自己擦干净以后收起来的，第2天早上去库房一看又湿漉漉的了。甲本告诉纯子，案发那天有人偷走了梯子，进入房子内部。纯子认为仅仅只是这一点很难证明，但甲本却告诉他还有其他的证据，那就是蜜蜂的尸体。那是一种给苹果授粉叫做窦小蜂的蜜蜂，这种蜜蜂的活动半径范围极小，大概只能飞出40米，顶多70米，但苹果园到西野家有100米的距离。那只蜜蜂尸体的腹部已经被压扁了，应该是他在死后附着到了梯子上，然后被带到西野家。凭借这一点，他们成功让警局释放了西野。之后他们便暂时回到了东京，正好秦泽也已经休假归来，因为回来的紧急，所以甲本没有做模型，大家只能在脑袋里想象。说到逃跑手法，纯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楼梯，不过很可惜的是，案发的时候石阿姨正好在使用梯子，所以只能 pass 掉这个想法。这时远藤打来电话告诉他们，说警方已经查到了猛的住所，正好在东京的某栋公寓里，但没有找到他本人。今天早上的时候，警方接到了系统警报的通报，保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赶到了现场，门是锁着的，管理员试着用备用钥匙来开门，但门锁却被人私自换过，打不开，喊人也没人答应，只好强行把门撬开。没想到一进去竟然引发了警报系统，
进入房间勘测的时候，发现了里面的金条。一调查房子住户的身份，才知道是猛用假名租用的。猛借了一大笔高利贷，现在正在四处躲债。除了金条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大量药物，猜测他可能在暗中贩卖违禁药物。甲本去查了一下，发现通报的就是他们公司的保安。甲本了解完以后，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房间里放金条的可能不是猛，因为他们公司在房间里配备的警报系统，在设置完出门之后，如果再打开门，那么不在1分钟之内按解除按钮的话，警报就会自动响起。也就是说，如果猛是为了放金条才回家的，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警报。既然触发了警报，内藏金条的人可能没有听过警报器的声音，或者根本不知道警报系统这种东西。听到这几人脑袋里出现了一个人选，这说的不就是西野吗？但如果真的是西野的话，那爱石回家的时候看到的陌生人又是谁呢？纯子觉得会不会是那个房子闹鬼？毕竟自己在厕所看到了鬼火。甲本听完沉默许久，却告诉他们这个密室根本破解不了，但他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凶手的确就是爱石的哥哥猛，但在犯案时他并没有逃走。案发前夜，猛回到了久别4年的故乡。回到家时，发现大家都不在，于是从2楼螺丝锁松掉的窗户潜入房间。梯子是他从苹果园偷出来的，从屋里打开大门后，他才将梯子放回原处。就这样，在家里过了夜的猛遇到第2天回家的爱石。那时2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纠纷？猛一时冲动就把妹妹给杀了。那之后，西野回到了家里，把杀了爱石的猛给杀了。西野没有反驳他，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案发回到家时，他看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爱石。猛这时候走出来，却说是妹妹的错，2人便产生了争执。他失手将妹妹推到了柱子上，一头撞死了。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妹妹，还如此风轻云淡，让西野想办法帮他逃到国外。说什么家里的金条1/3都是他的，现在爱石死了2/1都是他的，如此混账的话都能说得出来。西野强忍怒火，带他去了藏金条的地方，接着趁对方拿金条时用领带杀死了他。杀了猛以后，西野就把遗体拖到了厕所里，然后在洗涤用的网袋中装满了金条，用绳子绑到猛的尸体上，目的是为了代替铅坠。这就不得不说到纯子之前看到的鬼火。鬼火是尸体被细菌分解时产生的含磷化合物发光的现象。如果猛的尸体在厕所，也就能解释金条为何消失，那地方鬼火咋来的了。他刚才就确认了一下，发现便槽里注入了灰浆，已经固定住了。如果搜查那里，应该能找到尸体。全部做完以后，西野只打开了北侧的一扇窗，伪装成凶手是从那里逃跑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密室的存在。不过他并没有考虑到窗外应该有脚印这一点，因此计划失败了，让密室成为了这起案子的关键。被无端怀疑的西野没有办法，只好变更计划，从猛的随身物品中搜查他的住所，用钥匙进入房间放了金条以后离开。而这一切也如他所愿，警方断定了猛为凶手。远藤明白自己朋友的用心良苦，要是他也被逮捕，那明日香就会成为孤儿了。远藤告诉他好好说出真相吧，自己会代替他照顾好明日香的。西野哽咽着告诉他们，4年前那小子离开家里时，他总算松了口气，还对他说再也别回来了，因为那小子真的太可怕了，可怕可恨到无以复加。如果是外人还能断绝关系，但他们却血肉相连，只要他们还是父子，他们还是兄妹，那小子绝对会一生缠绕他们。他现在很后悔，并不是后悔杀了猛，而是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他，不然爱石也不会死，明日香也不会成为孤儿了。一位父亲痛苦的悲鸣让每个人都心头一颤。晴泽这个人大家懂的都懂，嘴上说着不想上电视，一上电视就开始砍大山。聊完以后，借由着晴泽最近大火的密室解密王的名头，节目组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3天前，人气女漫画家中田文惠被发现死在了自家工作室里，节目组还贴心的请来了死者的侄女，作为演员的中田有香给大家解说详情。有香认为自己的姑妈是他杀并非意外，因为姑妈的尸体被发现时，房间里是个密室。虽然警方断定他是一个人喝闷酒撞到了柜子导致大理石钟掉下来砸中头部，不过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推测死亡时间是在6月5号的下午6点到晚上8点左右，尸体被发现是在同一天的晚上10点11分。在6点多的时候，有香给姑妈打过电话，姑妈告诉他自己正和助手2个人一起喝酒，而这就和警方的判断相矛盾了。警方用密室为理由说姑妈说的可能是醉话，但如果并非醉话，那么这起案子就可能是伪装成意外的谋杀。节目组也说回到了正题上，正好晴泽解决过几起密室谋杀案，晴泽推脱说自己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有香便接过话茬说那你也拔刀相助一下我呗。从小到大，姑妈都把她当作亲女儿一般疼爱，所以她不能让姑妈死得不明不白。都已经公开在节目上这么请求了，晴泽再拒绝就不是人了。既然要接之前也狠狠装一波逼。晴泽在电视机前撂下狠话，自己一定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以正义之名。装完逼，他就赶紧请来了甲本，几人又在办公室里讨论了当天案子的详情。有香告诉他们，姑妈家是住宅兼工作室，每天会有2个助手进出工作。案发那天早晨，助手菊马美小姐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下午5点下班回家。另外一个叫做安西里佳子的助手，从晚上开始工作，10点左右才来。他发现忘带钥匙，便从花园绕过来叫姑妈，却发现姑妈死在了家中。他报案时是晚上的10点11分，那之后5分钟急救队就到了。案发现场不仅是大门，连所有的窗户都被上了锁，也就是密室的状态。甲本这时提了一嘴，问道：“你刚才有说备用钥匙吧？”有香告诉他，因为也是工作室，所以助手1人1把备用钥匙。
听到这，甲本便告诉他，这就不能称之为密室了。有香劝说并不是这样，虽然他们能够自由进出工作室，但那栋房子当时确实是个密室，因为姑妈养了一只大狗，除了姑妈之外的人只要通过它就一定会叫，所以总有人过来抱怨说狗叫扰民。但根据附近的人的证词，案发当晚马美小姐回去到李家子小姐过来之间都没有狗叫声，因为正门无法进出，所以形成了密室。接着有香走到了门前，摸出钥匙打开了大门。进门以后，甲本问他，接到报案的急救队是从哪里进入的？有香告诉他们，刚开始他们想要破窗而入，但住在附近的另一个助手赶了过来，就用他那把钥匙开了门。工作室里还保持着案发时的样子。众人都在找线索的时候，秦泽一眼就看到了死者收藏的手表，又想起了他前不久被偷的那一堆名表。纯子走过来，发现有一只手表停了，而那只手表有香说是他姑妈最珍惜的一只表，正好就是在姑妈去世那晚停掉的。死者死亡的地点是在柜子的下方，警方推测死者是在喝醉以后撞到了柜子上，被大理石钟给砸死的。纯子掂量了一下，发现那玩意儿实在有够重的。虽然姑妈打电话告诉有香自己在和助手2个人喝酒，但现场只留下了一个玻璃杯，看上去就像一个人一样。当然不排除是凶手在杀人以后重新布置的现场。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第一个助手菊麻美。她说自己一直很尊敬老师，老师也很赞赏自己的才能，所以绝不可能杀人。这时门外又传来狗叫，第2名助手李佳子也来了。他被吓一大跳，打算用自己的电 K9驱赶器对付他，好在被马美给阻止了。这种东西是靠发出只有狗才能听见的超电波来击退狗的进口机器，因为李佳子很怕狗，所以时常带在身上。进入房间以后，2名助手就好像不登对似的开始阴阳怪气互呛起来。李佳子已经跟随老师10年之久了，所以也说自己不可能杀人。马美却说他骗人，难道2个助手之间真的有人在撒谎？段在这里给大家留了个有点难受的悬念。老林先道声歉，因为这部剧的密室手法都相当精湛，所以没忍住就写了很多，分为了上中下3个部分，下就是最后的内容了。喜欢的观众朋友请耐心等待，老林很快就带给大家。上一集咱们讲到美女漫画家惨死家中，在警方断定为意外死时，主角团找到了盲点。接着2名嫌疑人出现了，新助手菊麻美和老助手李佳子一见面就剑拔弩张，气氛正紧张时，甲本走进来告诉他们自己勘察完了有，但一件事需要确认一下。邻居告诉他们，在死者的遗体被发现前，他没有听到过一声狗叫，之后再听到狗叫就已经是遗体被发现的时候了。邻居知道甲本是安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后希望他能帮自己家安装个监控摄像头，因为最近这附近的小偷挺多的，不是很太平。回到办公室，秦泽就一番激情推理，认为就是一场意外。当然，如果要说是意外，那就一定得确信那是一间密室。甲本告诉他们，那间房子所有的窗户上都有月牙锁和防盗用的带钥匙辅助锁。正如有香所说的那样，如果在案发当时的状况下，从大门以外的窗户进入房间行凶的可能性为0。纯子还是觉得这是一场他杀，因为他在现场发现的收据里找到了端倪。根据收据可以看出，案发当天死者于下午的5点45分，在车站前的超市里买了4罐啤酒，但在那天的午后，他才收到了作为出版贺礼的同一牌子的啤酒，因此买啤酒的人肯定不是本人，而是另有其人。凶手是为了制造出老师一个人喝酒的假象才去买的啤酒，但不知道家中已经有啤酒了，所以买了相同的酒，所以肯定存在凶手。甲本也站起来表示，自己没有说过那个房间是个彻底的密室，而且极有可能就是他杀。证据就是大门的辅助锁。接到报案的急救队最先对中田做出了死亡认定，急救队是从大门进入的。这时如果大门的辅助锁锁上了的话，通常情况下要把锁头破坏掉再进入房间，但辅助锁上没有任何伤痕，这证明那时没有使用辅助锁，这一点就有些太奇怪了。根据邻居的证词所说，中田家附近一带小偷十分猖狂，为了防盗，死者甚至买了看家狗大门的锁，也刚换成了防撬性非常强的采用10列双排弹珠设计的酒窝锁，甚至还给大门安上了辅助锁，窗户安装了带钥匙的辅助锁。这说明死者是一个防盗意识非常强的人。难以想象这样的他在独处的晚上，居然忘了给最应该戒备的大门锁上辅助锁。如果是他杀，那么这世上就没有无法破解的密室。秦泽充耳不闻，全当他们是在诡辩，火速跑回了事务所。没想到一进去就被记者堆得水泄不通。纯子第2天便找到了有香，想从他口中推敲一下犯人的作案动机。有香告诉他，李家子跟随姑妈已经有10年了，姑妈对工作非常严格，所以很多人都辞职不干了，只有李家子对姑妈仰慕不已，一直作为首席弟子给他当助手。另一方面，马美小姐虽然是1年前才刚加入的，但因为特别优秀，难得的受到了姑妈的关照赏识。据他所知，2人都和姑妈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并不存在杀人动机。但那2名助手的关系可以说是水火不容。至今为止，姑妈交给李家子的重要工作，现在渐渐都开始交给马美了。连从未委托给李家子的人物设计也交给了马美。入行10年被一个新人取而代之，李家子肯定会很不甘心，所以之前他将墨水洒到了人家刚做好的原稿上。当然马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在李家子耳边嘀咕说，老师刚才埋怨了他10年，却一点用都顶不上。纯子刚刚将这件事汇报给秦泽，李奈就冲进来告诉他们大事不好了。有香回到姑妈的工作室，却发现被翻得一团乱，角落的窗户被打破，贼人大概就是从那边闯进来的。但要说是贼人，秦泽就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死者的那些名牌表没被偷走，地上还残留
留了 K9 驱赶器的绳带。他们猜测是李佳子为了破坏现场留有的重要线索，所以才弄得一团乱。第二天，纯子就将那个绳带递给了李佳子，而李佳子的表情也有一瞬间的有些古怪。甲本观察了玻璃上的痕迹，顺便从有香那里得知，4点到9点之间他出去了一趟，也就是回来的时候发现房子被弄乱了。李佳子告诉纯子自己，自那之后就没有再去过工作室了，并且还有不在场证明。案子到现在毫无进展，说不定真的只是意外死。秦泽听到这儿腿一软，大喊着送马。这时候电视上正好播起了他那天的豪言壮志，这一波要是真是意外死，那他不就丢脸丢大了吗？毕竟取信于人需经年累月，失信于人却只要一瞬间。这时甲本却说他知道是谁做的了，不过他说的可不是凶手，而是弄乱死者家里的人。前些日子中田的邻居开始使用他们公司的监控系统了，监控录像的拍摄范围也包括中田家的大门周围，所以他查了一下昨天傍晚4点到晚上9点之间的录像，监控已经顺利拍下了对方的身影，不过并不是贼，而是马美。说到这，秦泽忽然想起那天他们是听到了狗叫声才发现李佳子来了的，但马美进来的时候却没有狗叫声，凶手肯定就是菊马美。看样子那条狗应该很熟悉马美，甲本却说不是的。事实上，用食物的话，几乎所有狗都能驯服，而且凶手也并不是他。纯子已经证明了马美不是凶手，因为之前的啤酒凶手不知道家中送来了啤酒，所以买了一样的东西。啤酒是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送来的，但那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马美小姐都在工作，所以她不可能不知道啤酒已经送来了。那为什么他要弄乱房子，只能去问当事人了。然而当事人听到以后却说自己没有弄乱房子，而且狗和自己亲近。秦泽便说可是监控里拍到你了耶。菊马美只能告诉他们凶手绝对就是李佳子，他只是为了让他们赶紧抓住他，所以才偷走了绳带。纯子便问他为什么会觉得李佳子是凶手，见躲不过他便坦白了自己一直隐瞒的事。这下众人算是明白动机了，接下来只是如何解开密室之谜了。就在这时，纯子忽然觉得耳鸣，公园的灯下面装了一种只有年轻人才能听到的高频声音机器，用于驱赶年轻人，而这个声音秦泽是听不到的。不服老的秦泽立刻装起来了，表示哎呀，我就说什么声音一直在赶我走，原来是这个呀。不过这反倒提醒了甲本，让他解开了这次的谜题。他们将李佳子叫到了中田的家里，纯子一上来就说你还真是残忍，竟然会杀死照顾了自己10年的老师。杀人动机自然就是因为他即将遭到解雇，因为他对马美小姐抱有强烈的嫉妒心，而他担心老师有一天会留下马美将他抛弃。但他们彼此信任了10年，他又不觉放下心来，结果却被马美发现了招聘新助手的广告。在马美的言语刺激之下，李佳子越发害怕自己被代替，认为自己这10年真的不中用，10年来的信赖关系便在顷刻间崩塌了。爱之深恨之切，于是萌生了杀意。纯子询问他为什么就不能多相信一点老师呢？老师的确准备招收助手，但没有想过要开除他，那些都不过是马美的谎言而已。尊敬老师的马美对他和老师间常年深厚的师生情而怀恨在心，所以因为嫉妒而接连对他撒谎，这些都是无中生有，根本没必要杀死中田老师。李佳子愤怒地看着纯子表示，如果你说是我杀的，那你就好好讲讲啊，我是怎么杀死的中田老师？甲本在一旁开口道，进入正门肯定会从狗面前经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狗也成了一道锁，而怎么解开狗这把锁成了案件的关键。首先要实施作案计划，当然不能让狗对着自己狂叫，为此凶手提前和狗套近乎，给他食物让狗认得自己。于是案发当日，凶手光明正大通过了正门，顺利行凶，而这个手法还有后续，狗认得自己就会成为让自己遭受怀疑的证据。所以凶手在杀害中田小姐后，再让狗厌恶自己，以此销毁这份证据。要做到这，则需要使用手中的 K9 驱赶器。据说狗和人类一样有感情，当然狗也和人一样，取信需经年累月，失信却只要一瞬。所以凶手在杀死了中田小姐后，曾经离开过这个家，再次回来时便使用了驱赶器让狗讨厌自己，但他担心狗叫会被人发现自己在现场，什么都不做就显得过于可疑了，所以就假装成了第一尸体发现人。当然这也是有依据可循的，之前有说过中田老师收藏的表有一块停了，不是什么怪力乱神，所有的物体都有其固有的频率，用和它频率一致的东西照射就会出现故障。这块停止的手表正中央的石英和 K9 驱赶器的频率完全一致，手表停止的4分钟前10点11分，他发现了中田的尸体，在这里报了案。5分钟后的10点16分急救队到达，这期间他只身一人待在这里，也就是说10点15分在这里使用驱赶器的人只有他。这把 K9 驱赶器是进口货，由于输出功率很强，即使是在庭院里使用超声波也会进入工作室内部，所以手表就是他犯罪的证据。然而李佳子却说自己的确使用过，那是为了让狗不要吵了。这时秦泽却走出来表示，真的如此吗？也就是说你从到达这个家开始狗就一直在叫？他说没错，自己报警的时候狗也一直在叫。秦泽从兜里掏出了录音笔，将那天报警时的录音放了出来。很明显那则录音里并没有出现狗叫声，这几乎已经实锤了他就是凶手。李佳子再也没有说下去的理由了。之后秦泽也上了电视台风光了一把，毕竟吹水可是他的技能。秦泽老师每天都有条不紊的工作，按他的话来说，生活节奏乱了会导致精神紊乱，也就不能正确迅速的做出判断了。并且不管他每天睡得有多晚，早上5点一定会起床，然后再冲个热水澡，喝点意式咖啡，看看报。俩人正在讨论着惬意人生该如何有规律进行的时候，甲本打来了电话，说是他现在外出做事的公司社长正在找律师，所以想要介绍他们去。
接通电话以后，他告诉秦泽，他们需要业务上的法律咨询，这是一家搞稀有金属的贸易公司，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今天就能见面，地点定在了新宿。听到不是密室，是企业法律业务，秦泽便欣然同意，毕竟自己也麻烦了甲本不少。秦泽计划的是好好的，但真的坐在办公室里，还是感觉到阵阵不妙。这装修就琳琅满目的古董，怕不会是黑老大吧？等到委托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就确信了，还真是黑老大。老大也就是社长叫做富坚口达，身后跟着的男人叫做坂口健也。青子一看到他们就准备尿遁逃去洗手间，只留下纯子一个人和他们谈业务。他跑到外面问甲本跟那群黑老大什么关系，甲本只说对方是自己的老客户，而且这里也只是普通的贸易公司而已。这时候又有一个一看就不是好鸟的男人走了过来，说什么多谢他前几天的帮忙。甲本向秦泽解释到那个是野野原董事，秦泽也不好再多说什么，问他前几天帮他们干了啥。甲本告诉他们事务所因为一起事件，门上的锁都被破坏了，所以帮忙装锁和监视器。秦泽一听问他什么事件这么严重，甲本告诉他3天前副社长在那个房间里死了，据说是坐在椅子上死掉的，没间被子弹打穿手枪掉到了地板上。警方在副社长手上验出硝烟反应，所以不排除自杀，并且同时把坐在那里的八田三夫作为嫌疑人展开了调查。秦泽询问到为什么会怀疑他，甲本告诉他，因为命案发生的时候，事务所里只有被害人副社长以及八田2个人，八田是负责接电话的。他证明副社长是突然来事务所，进了房间之后就没出去过。如果是自杀，比起眉间枪口对着太阳穴会更自然，所以甲本认为不是自杀。秦泽听完寻思，这不就是说八田是凶手？没想到八田居然听到了2人的议论，凑过来表示自己可没杀人，那时候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就听到了砰的一声。他跑到副社长室一看，冈崎已经死了，吓得他跑到楼下报警通知同事。这期间他都没看到可疑的人，他欲言又止，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被野野原给叫走了。纯子走出来告诉秦泽，社长想和他单独聊聊。秦泽有些如坐针毡，好在人家真的只是谈业务，不过这种会惹祸上身的业务，秦泽不是很想接。社长闻言道，我已经对你的行动模式十分了解了，如果拒绝我的委托的话，后果可是会很严重的哟。说完又说是开玩笑的。甲本正在修门锁呢，八田的女儿美莎竟然来了。美莎像个小大人似的，还找纯子要了名片，说要是父亲出了什么事就来找他帮忙，甚至说甲本长得很可爱，是自己的菜。离开了贸易公司以后，秦泽告诉甲本，真对不起，我婉拒了这个要命的业务。这时他们注意到甲本手上提了个社长送的礼物，竟然还是相当有名的月后之幻，一年可是只销20瓶左右，这份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几人唏嘘着离开。晚上贸易公司又出事儿了，在楼下准备走的几人听到楼上传来枪声，但因为才修好了门锁，钥匙也在八田手上，所以他们只能让甲本过来把门撬开。没想到一进来就看到八田已经吞枪自杀了。转天美莎便来到了事务所，向纯子能够帮忙找到父亲死亡的真相。纯子叫上甲本，2个人一起又回到了贸易公司。社长让坂口来负责对接，于是在坂口的注视下，2人开始观察房间内设。公司里的窗户护栏是定制的，跟一般家庭钢制的粗细不一样。案发当天窗户上的锁都锁着，大门也是甲本刚刚装上的新锁。门上的信箱为了防御非法开锁，从内侧进行了焊接。所有线索结合下来，案发时这里就是一个密室。不过甲本认为这不是自杀，因为八田在距离嘴有些远的地方开的枪，通常应该会把枪放进嘴里，而且他死亡的时机也太巧了，没有必要在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的时候死。案发当天最后还留在事务所的是坂田、董事野野原、司机犬山和死者八田。坂口强调他们这是正经公司，枪那种黑货是不会放在公司里的。甲本已经看了八田死亡现场遗留下的枪，跟副社长现场留下的是一个型号，都是 GLOCK17，只要扣动扳机就能自动卸除安全装置。坂口忽然想起什么，从兜里摸出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他在八田的尸体旁边找到的，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他们还是决定先当做重要证物收集起来。接着他们翻出了八田死前的监控录像，上面显示坂口和犬山先出去了，不过这个监控也有死角，从门口到电梯的录像是没有的，他安装的时候是没有死角的。案发前一天，八田将监视器的位置移动了，问题是八田为什么要改变监视器角度呢？应该是有谁下了命令。监控显示野野原跟着走了出去，从监控上来看没有从外面上锁的可能性。钥匙一共有2把，一把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把由八田管理在房间里，那么锁上门的就只能是八田自己。这时候野野原和犬山回来了，看到他们在调查，野野原觉得就是坂口杀的人。闻言2人直接大吵了一架。纯子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秦泽，秦泽认为八田死亡这件事可能和副社长死亡有关，因为自己在问他案子的时候，他好像想跟自己说什么，说不定美莎会知道些什么。纯子第2天就在美莎学校门口等他。美莎听到他们询问父亲是否在那天看到了什么时，有些疑惑地询问，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这么问嘞？之前自己和父亲在公园里打水枪时，野野原也跑来问父亲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八田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的车开走。说完，野野原便让他不准对任何人说这件事。之后贸易公司换了一款可以远程遥控的摄像头，安装完社长就问他有没有喝他送的酒。甲本夸赞到那瓶酒果然名不虚传。社长有些惋惜地说，野野原和坂口都尝过了，可惜八田没喝上，那家伙可喜欢日本酒了。纯子这边找到了犬山，问他案发当天在公寓门口听到了枪声对吧？从事务所出来花了多长时间？
犬山告诉他花了5分钟，之所以没有立刻开车离开，是因为他和野野原正在外面聊天。那天还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野野原他明明已经戒烟了，那天却找自己要了根烟抽，他身上还有一股酒气。秦泽这边总觉得自己被跟踪了，于是脚步越来越快，结果在下一个路口就被坂口给追上了。秦泽问他为什么要追自己，坂口反倒问他你干嘛要跑。之后坂口才说到正题上，让他赶紧破案，不然又会有人丧命了。同时还希望他能帮忙查一个东西。回到办公室以后，纯子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了甲本。甲本还在研究坂口那天捡到的东西，那玩意儿中间开了个小洞，不知道是干嘛用的。这时候野野原竟然推门走了进来，甲本立刻将那东西给藏了起来。他此行是来威胁他们的。秦泽表示你们诉诸暴力为武器，可我们有法律做武器，你要是敢，我们就来碰碰。说完还认真告诉纯子别那么害怕。野野原一走，秦泽就吓得腿软。纯子表示你不也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模式吗？秦泽狡辩到自己那是故意的，有意识的改变行为模式是最好的防范。这倒是提醒了甲本，他提议想要再见美沙一面。他们询问美沙八田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做什么事不？美沙告诉他们父亲每晚都会打电话跟自己说晚安，通话时间一般是4分钟到10分钟左右。父亲还总是陪他一起玩小水枪。甲本看到这个手枪以后，走上前询问美沙：“你父亲和你玩水枪的时候，野野原都看见过对吧？”看美沙点头，甲本便自信地表示：“很好，这次的密室他已经顺利地解开了。”将野野原和坂口两人叫到办公室之后，案发当时事务所是个完整的密室，唯一出口的正门是八田自己上的锁，这没有错。事务所就他一个人，他也确实是自己扣动了手枪的扳机，但这并不是自杀，因为八田并不认为那是真枪，他误把真枪当作假枪对准了自己的嘴巴，扣动了扳机。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他喝了日本酒。凶手把真枪改造成了水枪，向里面注入了月后之患。案发当天，首先凶手拿枪对准了八田，八田吓坏了，发现里面是酒以后才松了口气。野野原告诉他，前段时间自己看见水枪觉得非常怀念，所以就做了这把水枪，并且还告诉他这把枪可不是一般的日本酒。八田老早就想尝尝月后之患了，听到这儿自然是毫不犹豫的就接过了枪。为了能让八田感受到跟真枪相似的重量和触感，凶手特地让他拿到水枪喝了日本酒。对于嗜酒如命的他来说，那个传说中的日本酒味道让他难以忘怀。让他尝到甜头的凶手在离开事务所前打了招呼，那里头的酒他可以全部喝完。八田送走对方以后便锁上了房门，然后意识到已经是晚上10点了，就急忙给女儿打了电话。凶手知道他每晚都会在这个时间给女儿打电话，并且通话时间是4到10分钟。这件事案发那天他们通话了4分钟，这期间野野原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在听到枪声之前都未离开事务所。之后在预定时间内打完电话的八田从抽屉中拿出了手枪，为了喝日本酒而扣动了扳机，但那个时候抽屉里的水枪已经被换成了真枪。坂口这时候提出了疑问，不是只要看枪口就能知道是不是真枪吗？而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他捡到的那个小玩意儿了。凶手在枪口放入了这个硬纸板，让死者误以为那是水枪。因为开枪时枪和嘴巴是有距离，所以那个硬纸板的盖子就掉了下来。就这样，在一个完美的密室中，八田身亡了。而能做到这件事的人就只有野野原。证据在来之前，秦泽已经找到了，他手上有野野原1月买入的土地登记簿复印件，这也是坂口托他去调查的。他从之前副社长的桌子里找到了这个登记簿，他想野野原应该没那么多钱去买土地，所以秦泽为了查出他用空壳公司在涉谷区原生町经营地下赌场，而这件事儿被副社长冈崎给发现了，于是他遭到了冈崎的一番嘲讽，说他不会改邪归正，和坂口一样，也没什么学问。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野野原只是累赘而已，不如最后像个真男人一样好好的做个了结。恼羞成怒的野野原表示仁义算个狗屁，于是开枪杀死了副社长。但他在杀害副社长时犯下了大错，他没有杀掉本准备一起杀死的八田，并且他的车在从事务所离开时被八田给目击了。他发现了此事便威胁了八田封口。甲本甚至已经发现了他隐藏证据的地方，事务所前有监控摄像头，因此证据无法隐藏。电梯里面也因为有监视器无法隐藏，如果去1楼可能会被犬山发现，这条路也行不通。这样一来，能隐藏证据的死角就只有走廊的某处。这条走廊上有房间，既无门牌，电表也不再转动。他把手枪藏在了那里。他一开始要八田调整出监控摄像头的死角，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坂口问他为什么又没有去把证据给拿回来，甲本解释道，那是因为预知防范起了作用。所谓预知防范，就是为了将犯罪防患于未然，在犯罪有可能发生的场所制定防范对策。八田的案子之后，为了让摄像头的角度改变，之后也没有死角，所以他们安装了那台新的可以操控转向的摄像头。野野原注意到了那个摄像头的存在，所以没能收回证据。气急败坏的野野原从兜里掏出了枪，但甲本却丝毫不为所动。这时一直在办公室里的社长走了出来，表示差不多得了，这把枪是真是假你知道吗？说着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他。野野原算是发现了这就是一场鸿门宴，对于本就黑吃黑的他们来说，这也是司空见惯。最终社长还是将枪放了下来，认为对方是敷衍了断的手法，根本算不上真男人。明明八田还是他捡回来的可爱小弟，他却亲手将对方给杀死了。听到这话，野野原放弃了。结束这起案子以后，几人回去的路上都忍不住心悸，这次的案子还真是有点伤害心脏呀。这时他们注意到了独自坐在公园里荡秋千的美沙，一看到他们，他还是会跑过来和他们打招呼，也很感谢他们破了案子。大家都在安慰他，没有他就无法破开密室。听到这话，美沙又老成的说，既然如此，那你就以身相许跟我结婚吧。
像木头一样的甲本听到这话眉头一挑，但面对小女孩的邀请，还是跟着她一起跑去荡起了秋千。2012年的6月11日，护理服务公司的秘书发现办公室里意外的很安静，墙上有一个被打烂的破洞，玻璃也裂开了。秘书立刻找到秦泽，告诉他们社长是被人枪击了。所幸事情是在社长上班前发生的，所以没有出什么大事。社长引援赵造告诉他，枪击所用的枪不是真枪，而是气枪。专务久永补二有些心悸的表示，就算是气枪打中了，也伤得不轻吧。社长觉得那人要杀自己，就该趁自己在的时候，没必要搞得现在满城风雨的，而他也不会向威胁屈服。说到这儿，社长的外甥副社长雅树想起，其实他们已经收到了好几封恐吓信了，上面都是恐吓要在公司放火或者是杀了社长之类的，但他们完全想不到是谁会寄这样的信，毕竟信上没有写具体的要求。社长他们并不想这件事声张，建议不要报警，因为公司上市迫在眉睫，这事必须压下去。反正那人肯定只是想阻止上市，肯定没那胆子杀人。秦泽认为目前来看还是加强安全管理对策比较好。社长表示自己正有此意，他觉得自己签约的安保公司是对所有楼层进行统一管理的，要是保安就是凶手，那不就任他宰割了？因此他这一层要请别的公司换成最新系统，这就得请我们的老熟人甲本上场了。进电梯以后，纯子给甲本介绍道，12楼是董事专用的楼层，不输密码没法上去。甲本闻言看了看按钮的地方，接着由秘书给他们输入密码，到达12层。进入办公室前，他发现墙上挂着监控摄像头，然而没想到甲本在看到社长的一瞬间表情就变了。演员下令让纯子在这儿守着甲本，明显就是对他极其不信任。等他们走后，纯子表示刚才那番话让你不舒服了吧？甲本却告诉他并不是，自己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和那个社长见过面，不过把保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当回事的人很少，他想对方大概也不记得自己了吧。说完，他敲了敲玻璃，发现这里装的是防弹玻璃。纯子告诉他是最近刚换的。办公室里还放着一个护理机器人，而这也是社长打算让公司发展前景，能在短期被各位投资想要留下深刻印象的得力武器。甚至社长计划在公司说明会上用它进行演示。雅树告诉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美国早就投入使用的猴子护工。他刚说完就遭到了父亲的抨击，表示这玩意儿在日本普及还是一片空白，要是被人戳中这一点的话，演示的时候就会适得其反，所以他直接敲定了就用机器人。正好甲本也已经检查完了，告诉他们从调查结果来看，发现需要改善的地方还有通向楼梯的门，从办公室这侧可以自由开关，但从楼梯口内侧没钥匙就开不开门。这层的钥匙社长和自己一人一把，秘书室里也有一把，之后就是保安室的通用钥匙。甲本闻言道，这座楼从1楼到屋顶，所有的门都是一模一样的锁，也就是说其他楼层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出这一层。接下来就是社长室、副社长和专务室，门上的锁和楼梯间所用的钥匙不同，但保管钥匙的秘书房的房门用开楼梯口的门的钥匙就能打开，同样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以及走廊的监视器得换成最新型的，并且安装监视器监控楼梯处和楼梯间。那果可以连社长室里也安装监视器是最好的。雅树听完觉得他有点大题小做了，没必要那么彻底。甲本告诉他，虽然电梯里设了密码，但不能疏忽大意，那密码很简单就能被查出来。电梯的密码最多只有4位，能够使用的楼层按钮只有从1到9这9个而已，也就是9的4次方6561种排列方式。如果能够知道密码用的是哪4个数字的话，可能的排列就是4乘3乘2，也就只有24种可能性了。要上到这层楼使用的号码为234这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也就是说其中一个数字被使用过了2次。如果是2234的话，排列就是4乘以32种可能，其余2种情况也是同理，合计36种排列方式全部试一遍也花不了多少功夫。甲本在上到11楼的时候，用指甲在按钮上弹上去了极少量的粉末，出电梯的时候能够发现粉末被擦掉的只有234这3个按钮，而这样的操作对于甲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罢了。6月18日的下午1点10分，保安室忽然通知秘书伊藤，玻璃清洁工看到社长室有人晕倒了。伊藤火速跑了出来，正巧遇上副社长回到这一层，听到社长倒在房里，他们立刻冲了过去，没想到一开门就发现社长已经死了。他们赶紧来到了专务永久的办公室里，将他叫醒。这时候甲本来了，发现了混乱，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很快社长被杀一事就传到了警方和记者耳中，秦泽和纯子也来到了现场。搜查一科的万田警官见到2人进来，便找秦泽要走了社长是遭受狙击后的照片。雅树告诉他们，社长是由于头部受到击打而造成的脑出血击打，本身并没有那么激烈，如果是普通人，这种程度的击打能否致死都值得怀疑。但社长原本头部上就有弱点，他去年做过脑动脉瘤手术，因为开过颅顶，所以不起击打，而且这件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万田走回来告诉他们，社长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在这一层的人只有在座的各位和来强化警备系统的甲本。此时的甲本已经被叫去隔壁房进行问话了，因为他是在遗体被发现之后才来的。从他午睡到下午遗体被发现，这期间都无人进入这一层，因此这是一起密室杀人案。在此期间，副社长正在外出，岩切和安养寺正在会议室里准备下午开会的资料。伊藤和专务秘书河村忍一直在秘书室，久永则一个人在专务室里睡着了。对走廊的监控进行核实以后，发现在出现问题的时间段里，没有拍摄到有任何人进出过社长室，但还有一种不经过走廊也能进入社长室的方法。
说完这句话，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九永。没错，社长室、副社长室以及专务室都分别有门使其互相连通进入其中，所以九永被怀疑无可厚非带去了警局。拘留所里，九永告诉纯子，自己平时没有午睡习惯，但是案发时自己喝了咖啡却特别困。社长平日就会午睡，不过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纯子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尸体里面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看样子是犯人下了药。除此之外，亲戚参加的私人葬礼已经结束了，之后还会给他安排社葬。其实九永一直很想和社长道谢，不是他也不会有自己富足的生活，想着至少也和他告个别。甲本也逆转，从嫌疑人变成了破解密室的侦探。进入案发现场以后，他询问河村秘书，社长并不是当即死亡，而是爬到这里的吧？河村告诉他是的，因为警察说裤腿是挽起来的，那这就有点怪了，他为什么不朝门口爬呢？伊藤告诉秦泽，九永以前做过社长的司机，虽然没什么学历，却被提升为了社员，对社长更是忠心耿耿。但虽然有个专务的头衔，实际上更像是社长的仆人，社长也总朝他发火挖苦。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么多年来，即使怀有杀意也不足为奇。当然，除了九永以外，由于社长对看护机器人的实用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岩切好像对此很不耐烦，又因为想要废除猴子护工的研究，安养寺也有些不爽。副社长也经常因为经营理念和社长吵架。说到这，伊藤提了一嘴，他们三人喝咖啡，但只有社长一直喝专用的咖啡粉。雅树和九永虽然喝的是同样的咖啡，但九永和社长都要添加砂糖和牛奶。副社长喝的则是黑咖啡。之后，秦泽又去见了安养寺，对方给他展示了一下猴子护工的厉害之处。不过也说到，其实在某些地方，猴子还是需要获得饲养许可才行，毕竟他们拥有犬齿。从被咬伤的角度上考虑的话，并不能说是零危险，但和大型犬比还是非常温顺的。而且那个小家伙受过专业训练，绝不会袭击人类。回去以后，秦泽就告诉纯子，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是猴子杀的人呢？毕竟甲本说了不在监视器前面，通过就进入社长室几乎不可能那样说的。前提是因为大厦窗户全被焊死，空调通道又小，人进不去。但如果是猴子的话，不就能通过通风管道了吗？并且安养寺跟他说过，自己养的猴子能轻松记住迷宫路线以及往返，说不定用假人训练猴子就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袭击人类，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头部受到的打击较弱了。确实，如果知道做过手术的事不用那么用力，也可以击打致死吧。但你都要杀人了，还会手下留情吗？纯子听完他的解释以后，直接笑出了声。甲本听到以后也是直接否决了他。其实朝这个方向调查过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可能放进猴子就是设备机械式的排气箱，但放入内窥镜看过以后，发现里面尘埃密布，连老鼠进过的痕迹都没有。此时的发布会已经召开，台上在介绍着护理机器人，可以遥控将人抱起来，而且还内置安全程序，能够保证万无一失。没遇到台子的话，就不会将护理人从高处放下。秦泽听到这儿又开始脑洞大开，凶手怕不是机器人吧？是不是岩切从会议室里远程操控机器人作案呀？纯子白眼一番，以为秦泽又让他去询问甲本。甲本听完寻思，发什么疯，根本不行啊！即使能做到远程操作，要在机器人的手臂里固定上凶器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无法快速动作的话，也很难打死人吧？更何况还有安全程序，如果改写会留下痕迹，开发团队并没有发现，这么多可能性全被否决。纯子都在想，会不会是死者自己摔的？秦泽一听，告诉他受到打击的不是头侧，也不是后边，而是头顶。用头顶跟地球打架，有人能摔到这么高难度吗？所以意外死早就被警方给 pass 掉了。密室破解这边陷入了瓶颈。雅树听完寻思，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九永在睡梦中杀人呢？事实上，有一种叫做快速眼动睡眠行动障碍的病，和梦游截然不同的是，这样的病常常伴随着暴力行动。有统计说明，中老年男性多发此病。这种病主要就是由于在睡眠中运动机能下降，从而将梦境内容真实表现在行动上的一种病。况且社长对九永有那么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压力日积月累，在梦中爆发也是情非得已。患者本人也不知道他得了这样的病。秦泽听出了他话中的意味，意思打算请另外的律师从精神失调这条线上进行辩护。离开以后，秦泽告诉一脸不服的纯子，表示如果真的是专务杀的社长，那么公司所受的打击将会不可估量，对上市也有影响。但如果把这次的案件定义为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精神失常行为的话，可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自己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调查真相，只是现在上市迫在眉睫，雅树也无暇再等待真相了。纯子怀疑雅树只是想推罪名而已，甲本肯定会解开密室之谜，找出真相。经过几天时间，甲本终于将这栋大写字楼给完美还原了。做完模型的甲本告诉纯子，九永先生是无辜的，因为毯子。案发当天，雅树叫九永起床的时候，自己刚好在场。那个时候，九永还盖着毯子，而他的两只手是在毯子下面的，他自己不可能将毯子塞成那样，证明秘书给他盖被子这期间到被叫醒他都没有动过。之所以不说是警方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而且他是不是凶手跟密室也毫无关系。甲本告诉纯子，做完模型之后，自己一直很在意一件事，现在他就要去求真。他们来到写字楼以后，由纯子从楼上朝楼下丢小球，小球准确无误地撞击在了玻璃上。做完这个实验以后，甲本就解开了密室之谜。紧急董事会议以后，他们正式决定从今天起由雅树来接替死者的社长位置。甲本带着他的模型一起来到了社长室。他那天秦泽拍下的照片为基础，还原了弹孔和门上弹痕的印记。与东边这扇窗连接的是10层的储田大楼。从屋顶上狙击位于12层的社长室的话，
子弹的轨迹应该会向上偏。由于从窗户到门有5米以上的距离，如果真的中弹，应该在天花板或是在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他用激光指示器瞄准了社长室的窗户，假设狙击手身高1.7米，子弹落下跟窗户下框15厘米左右的位置，那么气枪枪口就应该水平向上倾斜17度。计算从窗户到门的距离，子弹会落在高于窗子上的弹孔1.5米以上的位置。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从对面楼狙击的话，是射不到门上的。假设忽略掉角度的问题，他也不认为气枪子弹能够射穿大楼窗户，并嵌入距离窗户5米远的硬木中，所以狙击只是个假象而已。门上的痕迹是从室内直接用气枪射入的，床子上的弹孔由于玻璃碎片落在里侧，所以也是从外面打破的。要做到这个手法，只要从这栋大楼的屋顶绑个尖东西在绳子上，利用钟摆原理击打玻璃，才能形成那个痕迹。做完实验证实结果之后，甲本便确信了枪击社长室和杀人的不是同一个人，设计这场狙击的是社长本人，目的就是为了逼董事会加强自己这层的警备系统。几人有些不解，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甲本正欲开口，万田推开门走了进来，红野紧随其后。其实在不久前，他们接到了一通普通市民举报电话，和甲本有关。5年前他负责安装社长家的防盗系统，可完工没多久就发生了入室行窃案，因此他就遭到了怀疑。那时社长勃然大怒，还冲进了他们的公司，甚至要求赔偿。但由于没有证据，甲本没有被辞退。但警察多次前往问话，同事也开始对他冷眼相待。结果日后查明，入室行窃的是社长的情妇，但社长竟然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这样的行为对于甲本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接到电话以后，警方进行了核实，发现甲本从那时之后就拒绝与同事交流，一个人闷在仓库里，所以他肯定心怀怨恨，对他产生杀意。甲本淡定表示没那回事，一旦有案件发生，安保公司人员被怀疑是常事儿。红野却从另一个角度对他进行抨击，你应该很擅长破解密室的，这次却很费了些时间呢，故意的吧？纯子出声反驳道，再怎么说甲本也是在社长死之后才来到现场的，他想杀人也没办法呀。红野却说他完全可以，毕竟他已经事先详尽地调查了公司的警备系统。你不是还说要攻破这样的系统小菜一碟吗？如果是你，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社长室，所以人就是你杀的吧？他们再次带走了甲本。临走前，甲本回头看了一眼窗外的清洁工，嘲讽地看着他，似乎是在挑衅。3人组只剩下2人，纯子正打算重新梳理一下整个事件，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甲本已经被顺利释放了，因为久永自首了。纯子来到拘留所看望了久永，询问他是不是被警方给逼供了，自己可以帮他。久永却摇了摇头，默认了自己梦中杀人一事。见到雅树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询问纯子的看法。纯子认为久永因为长期的精神压迫，再加上每日被警方逼供和他从中作梗，最后屈打成招，这是否是真相暂时不得而知。不过既然甲本已经被放出来了，那么他们就能继续解开这次案子的真相了。甲本认为社长自导自演狙击事件就是为了将某样东西葬在房间里，加强防盗系统也是为了保护这东西。自己是在5年前帮社长安装防盗系统的，那之后不久便发生了被情妇偷盗事件，这导致了社长决定将藏在自己家里的某样东西转移到公司，为此甚至不惜对自己做出生命威胁，逼着董事会同意加强安保。那样东西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只有一件事可以确认，久永是无辜的，因为知道甲本和社长过去关系的人，只有东京综合保安公司的人和纯子。但不论是同事还是纯子，将这事告诉警察都没好处。这样的话，不排除凶手是在社长室听到了他和纯子的对话。凶手恐怕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装了窃听器，在收集消息，所以在事件发生前，凶手就已经进入过社长室了。不止如此，行凶的同时，他还取走了窃听器，害怕之后真相败露，所以在暗中打探他和社长的事，在自己陷入麻烦前将情报泄露给警察。久永还在被拘留，所以不可能打匿名电话。对于凶手来说，久永自首是预想之外的事。不过如果能因此结案的话，倒合了他的意。甲本思索了一下，询问雅树，最先发现尸体的是擦玻璃的清洁人员是吧？他希望能当面和对方进行对话。第2天，清洁工佐藤学就被邀请到了社长室和他们进行对话。纯子确认对方是在前面的玻璃处确认了社长的尸体以后，询问他对方是以怎样的状态倒在了哪个地方。他走过来指了指尸体趴着的位置以后，甲本立刻提出了质疑。如果是从窗外往里看的话，沙发会将尸体给挡住，根本看不到。佐藤笑了，表示自己是在吊篮上升的时候看到的。按照这个说法，的确能看到沙发后的尸体。佐藤说之后，他就无心擦玻璃，返回了楼顶。晴则给纯子打了个电话，于是房间里便只剩下了甲本和佐藤。佐藤唏嘘道，没想到自己竟然也有一天能进入这个房间，以前总是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你也是我这边的人吧？打完电话回来的纯子发现2人此时没有说话，气氛却剑拔弩张的。一回去，甲本就告诉他们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嫌疑人。佐藤虽然说他发现尸体是在吊篮上升的时候，但实际上他发现尸体是在擦玻璃之前。这样的话，发现尸体时如果不是为了作业而下降，而是乘着吊篮上升，就会很奇怪。经过了各种勘查验证以后，他还是认为凶手利用了护理机器人进行犯罪。纯子猜想会不会控制了机器人碰到石头砸向死者。甲本表示，你的想法固然有趣，但案发现场并没有找到相应的凶器哦。之后纯子的几个有趣想象也被 pass 掉了。凶手绝对是个心思极其紧密的家伙，所以他就是想用护理机器人来作案的话，
肯定会详尽调查其功能，让机器人做他该做的事。这时候雅树来访，告诉几人自己重新排查了公司的会计事务，发现了不明资金流向，10年来虚报研究经费似乎已经扩大到组织性贪污了，总额有将近6亿。雅树认为九永应该也染指其中，但是可疑传票超出了他所能支配的金额范围，也就是说过世的社长可能也趟了这趟浑水。纯子来到拘留所以后，以写纸条的方式无声地询问了九永，这10年来他是不是一直在容忍社长贪污？一直沉默的他难得表情出现了巨变，纯子又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若贪污属实请不要出声，点头就好。见对方点头，便继续问他贪污的钱是不是由社长给藏了起来。纸条上写下了几种藏匿方式，九永鼓足了勇气才告诉他社长将钱转换成了贵金属给藏了起来，但藏匿地点社长还没有告诉他。秦泽忽然意识到社长想将窗户玻璃换成防弹的，就是考虑到有人可能会从窗户闯进来，也就是说他怀疑自己藏东西的行为被窗外的人给看到了，而能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一幕的就只能是佐藤雪了。两人分头开始进行了调查。保洁公司的上司告诉纯子，佐藤这人老实的很，沉默寡言的，和同事的关系也一般般。纯子注意到了白板上贴着的保龄球大赛照片，要来更多照片进行翻阅后，纯子发现佐藤总是在有镜头的地方刻意的隐藏自己的长相，一张正脸都没有拍到。纯子赶紧打电话告诉秦泽，这怎么看都是故意的，难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身份？秦泽能想到帮助他们的第一人选就是红野警官，两人一见面依旧是不登对。不过红野之前在他们的协助下破解了2起案子，所以欠了人情，还因为将甲本给抓起来问话被秦泽痛批恩将仇报。他们要是动真格，能以非法拘役的名义向国家索要赔偿。红野那一瞬间觉得手上的饼都不香了，惹谁都别惹律师啊。于是秦泽顺利拿到了佐藤的籍贯。临走前，红野扔下了几张搜查报告书，告诉他这些是美术馆、珠宝店中发生的盗窃案，这些地方都安装了严密的警备系统，却被轻而易举攻破了。这些案子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案发当天打烊期间现场的监视器拍到了甲本，但现场没有其他痕迹，指纹也没检测出来，能轻易攻破先进警备系统的人才并不多见。秦泽心里留了个心眼，回去就将佐藤的籍贯地址递给了纯子。纯子来到佐藤的老家，问了一堆人才找到线索。不过知情人告诉纯子，保洁公司那个所谓的佐藤不是本人，那人叫做追明章。调查追明的身世以后才发现，原来在高中的时候，他父亲遭到了合作伙伴的背叛，造成了公司破产，父母因不堪忍受巨额债款的痛苦，扔下他双双自杀身亡。这之后，地下钱庄对追明纠缠不休，强迫他来还债。有一天，他拿刀刺向了一个前来追债的人，自此下落不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要用假名生活。被流氓地痞穷追不舍的追明只好冒充成佐藤来讨生活。当时的管理并不严格健全，所以他轻易拿到了居民卡，只要有居民卡就能取得执照，这样也就可以证明身份了。要是没有遭受家庭变故，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考上一流大学，成为精英。但从他掏出刀去反抗那名要债的小混混时，一切就都变了。如果他是真凶的话，那就不是仇杀，而是图财杀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他是凶手，又是怎么杀人的呢？即便如甲本所说，他利用了看护机器人，但那么人性化的机器可能成为杀人道具吗？秦泽他将自己的分析说给了甲本，这一次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重返社长室，他们开始模拟起了案发当天的流程。完美密室里如何使用看护机器人杀人呢？的确，看护机器人有安全程序，但有一个盲点，当他抱起目标时，毛毯会滑落，也就是说毛毯不算在目标之内，所以凶手可以趁社长昏睡将沙发抬起来。此时安全程序目标是沙发，所以社长成为了附属品，稍微一点倾斜，社长就会掉下去，头部撞击致死。严切听完告诉他绝对不可能，会因为机器人有一个限制，虽然可以抬起300千克的东西，但最深只能抬70厘米规格的沙发太长了，所以无法抬起。完美的推理就这么被推翻，秦泽直接失去了灵魂。晚上，甲本也来到了社长室，询问雅树，为什么社长要把护理机器人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呢？雅树认为大概是他对公司来说是象征性的存在，甲本却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提议，会不会是社长想利用机器人移动自己无法拿起的重物呢？按照机器人所能托举的规格，办公室里深度在70厘米以下的重物，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眼前的书柜。将书柜给抬起来以后，如甲本所料，书柜的下方有一个暗格。看样子，这个所谓集大成之精华创造出来的机器人，不过只是社长叉车的替代品罢了。暗格里面现在已经空了，因为价值6亿日元的贵金属被凶手偷走了。他走到窗前，忽然发现风一吹，玻璃框就开始晃动了起来。结合目前已知的线索，密室已经被顺利的解开了。不过要让甲本揭秘密室的原理的，等到明天才行。为什么非得第2天才解开密室呢？因为在此之前，他必须先跟佐藤进行一番对峙。甲本找到了正在打扫的佐藤，指明泄露自己情报给警察的人就是他。不过甲本倒是相当佩服这个人，毕竟这还是第一次碰到让自己束手无策的密室。他在擦玻璃的时候偶然看到了社长准备藏在房间里的价值6亿日元的钻石，他因为对钻石产生了邪念，为了收集信息而安装了窃听器。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清洁的时候，保安都会给他能打开屋顶和里面楼梯的通用钥匙。因为清洁时间很充足，所以他趁同伴作业期间溜出大厦去配了把钥匙，也是有可能的使用那把配的钥匙。
他深夜潜入董事楼层，因为监视器在夜晚是通过传感器警报监控的，所以他用阻挡人体发出的红外线材料，例如铝来包住全身的话，就能瞒过传感器。将窃听器安装好以后，便花时间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收集到的信息包括社长在午饭后会喝加糖的咖啡，只有社长的咖啡用的是专用咖啡粉，每天饭后必小睡，以及藏钻石的地方。通过监听器里传来的声音，他推测了除了隐藏钻石的地方，他本来计划去将钻石偷走的，却没想到在这时候发生了不可预料的事态，也就是社长假造了狙击的事件。这一操作使得警备系统更加森严，所以在他进行施工的案发前夜，他偷走了钻石，回收了窃听器。就在他们俩人对峙的时候，纯子和晴泽都等不下去了，没忍住给甲本打去了电话，问他啥时候解密室，结果没想到一打竟然是个空号。说回到甲本这边，佐藤知道是他说的玩笑话，觉得自己只是个清洁工而已，怎么可能会想到那么精密的手段。说完就准备跑，甲本表示，你是回去处理钻石的吧？只要你一走出这里，我就会报警。佐藤觉得他只是一派胡言，根本没有证据。甲本闻言道，数百个钻石藏匿地点极为有限，但埋在某个地方是最安全的。不过不会这么做是人的天性，不管埋得多远多深，只要一想到会不会被谁发现，就夜不能寐。所以最终人们都会选择放在手边。佐藤现在最担心的并不是警察，而是火灾和小偷。所以最佳藏匿钻石的地点就是他家门口角落的旧洗衣机，将钻石包好塞进内槽和外槽之间，不会被发现也难以取出，而且放入衣物装满水，既能伪装又能防火，简直一举两得。听到这儿，佐藤不淡定了，你这小子是擅自闯进了自己家是吗？甲本告诉他有一件事，其实他一直不明白那些钻石是社长贪污来了，就算是被偷也不能公开，所以他也察觉到了这一点。那为什么还要费尽周章的去杀了社长呢？佐藤告诉他自己并没有杀他，偷钻石是在案发的前一晚，但案发当天自己没有进入房间，不可能杀害社长。如果要杀的话，又是怎么做到的呢？话已至此，甲本也说出了自己推理的结果。进去偷钻石的那一晚，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案发当天，在清洁开始前，他早一步来到了大厦，乘着吊篮降到了12层。用过午饭的社长因为安眠药正在熟睡，看护机器人因为还在开发中，所以市面上贩卖的无线电遥控器就能操纵。他用遥控器让机器人抬起社长搬到窗户的内侧。至此，他让机器人做的事就结束了。社长室的窗户应该是被防弹玻璃封死的，不管刮多大风都不该动一丝一毫，但昨晚却不知为何发出了声响，这说明窗户的玻璃被人做了手脚，变得能够略微移动了。如果玻璃完全不能活动的话，力量就不能通过。这一招就是台球中的 Dead Combo， 这在台球中被视为风险最大的组合球打法。被球杆击中的母球根本没有直接接触到落进袋中的目标球支，是碰到紧贴在前方的色球而已。不过母球所带有的动能却能透过色球传给目标球，这招也被称为必死组合球。社长的头部被贴在了玻璃内侧，如果从外侧狠狠地用一个相当沉的钝器撞玻璃的话，就会发生和 Dead Combo 一样的现象。通过玻璃传播的冲击力对刚做过手术的头盖骨是致命的。只是社长没有立即死亡，那时候他先回了趟屋顶，和之后赶来的清洁工同事像平常一样工作，然后假装偶然间发现尸体。不过一息尚存的社长用尽最后的力气爬向了书柜，应该是到死都还惦记着那些钻石。他乍一看以为尸体不见了，有些慌张，所以又乘吊篮上去，这才发现了尸体。那么大的钝器只能藏在那座楼的楼顶的供水箱里，而他也已经找到了他所使用的那个保龄球。计划这么缜密，最后结尾却这么草率，想必是他的同事赶来让他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才匆忙丢进了水箱里。推理到这儿，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辩驳的机会了，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他便也承认了关于甲本刚才所问的问题，自己为什么要杀他。他也不介意告诉对方，其实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钻石，而是为了复仇。当初害死他父母的人就是社长，合作经营破裂的时候，他卷走了公司的钱跑路，害死了自己父母的人，还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看着身为清洁工的自己。怒火在那一瞬间达到了峰值，他便在脑海里计划了这场复仇。他有足够聪明的脑袋，毕竟也是被老师称为精英的人，所以能想出这样的复仇计划并不意外。钻石才是意外收获，反正人都要杀了他，不如就收下那些钻石，那样说不定他还能翻盘，开始新的人生。只要有了钻石，自己就能到达玻璃的另一侧，和他们一样穿上西装和擦得锃亮的皮鞋。除此之外，佐藤其实还查过甲本的事，他想对方应该也能理解自己的感受。甲本却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那你穿透那层玻璃了吗？复仇成功拿到钻石你就自由了？我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你的前后左右甚至连上下都已经被玻璃给重重围住了。自己和他不一样，不想困于玻璃箱之中，就算到不了玻璃那头，他也宁可一世自由。晴泽和纯子来到了甲本的办公室，结果却发现对方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离开了仓库里。红叶给晴泽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追明章已经自首了。根据他的供述，警方也在洗衣机里发现了钻石，但有一件事他觉得有些不对劲。转天他们又拜访了雅树，从他口中得知了久永的近况。虽然恢复原职没有被批准，但他们决定当作自愿辞职处理，付给他合同上的退职金。毕竟贪污一世人也只是个帮凶而已。之后雅树也会带领公司继续前进。那天之后已经过去了3天，他们都没有甲本的消息，直到纯子接到了一通来自公共电话的来电。甲本告诉他们自己获得了一笔意外收入，现在需要去国外一趟。晴泽着急忙慌的拿个手机询问他，从追明房间里搜出来的价值6亿的钻石里，有大约1亿是白耗石假货，该不会是你小子偷天换日了吧？
甲本闻言表示怎么会呢？这是社长被人给骗了吧？飞机快起飞了，我也该离开了。就这样挂断电话以后，他便带上护照离开日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以上就是上锁的房间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别忘了点赞关注哦。我是老林，我们下期再见。